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国叫做卡米亚国。国王卡莱恩威特是个十足的女儿奴，他一直想要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但是他的王后与妃子们为他生下了7个王子，却依旧没有人能生出公主，满足他想要女儿的梦想。这一天，妃子西莉正在生产，根据占卜师预言，这个孩子会是个可爱的小公主。故而，国王卡莱恩威特对这个未出生的小公主充满了希望。孩子还没生出来吗？生了，妃子西莉生了个非常漂亮的小公主。好，非常好。赏妃子西莉1万块金砖，1000颗红宝石，100匹东方丝绸。这是哪儿？啊，我不是应该死掉了吗？是婴儿的身体。难道我到了异世界就成了婴儿？眼前就是我的老爸！哟，竟然真的生了个公主啊！恭喜国王啊！快将孩子抱来，给我看看。是。救命啊！我不想刚重生就被摔死啊！哇，哪里飘来这么多小花花？终于轮到本血统闪亮登场了！小花小花，什么鬼？哪里来的浮夸小老鼠？时间暂停了？难道是这只小老鼠搞的鬼？亲爱的宿主哟，注意你的用词哟！本系统那是全宇宙最帅最萌最可爱的小公主系统哟，可不是什么浮夸小老鼠哟。系统？什么是系统？这2个圆滚滚的是什么？系统开关吗？金币捡拾。不过，你真的不是老鼠吗？你，宿主，请你自重，本系统没一不没谁。圆滚滚跑掉了。好啦，不和你玩笑了。那你说说，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捡拾金币，捡拾金币，捡拾金币。无奈全宇宙最可爱的小公主系统，你乃被本系统选中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宿主。放心，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人能看到本系统。只要你完成系统，也就是我给你布置的任务，就会得到相应奖励，也就是金币。这些金币达到一定数量，你可以用来收集系统，或购买一些特殊道具，或者是保护。好像懂了。所以我现在这种状况，可以用金币求救吗？可以的。宿主，你初始金币60个，用来求助需要花10个。请问宿主，您确定花10个金币拯救自己吗？确定。这样就不用摔死了，真好。不过在拯救您之前，还有一个世界观选项，您需要先选定一下您的父王角色设定。选项有以下3种，当然每种选项所花的金币不等，你可以理解为你吃火锅所要选择的锅底，所以这个是必选项，不能弃选哟。选项如下：1金币，您的父王卡莱恩威是个极其厌恶女人的国王，他看到女人就想杀死。不！210金币，您的父王卡莱恩威是个重男轻女的国王，所有女人在他面前都像蝼蚁一般不值一提。不要这样。3 100金币，您的父王卡莱恩威是个重度女儿奴，您是他期待许久的唯一的公主小宝贝。这个好。好了，亲爱的宿主大人，您选择吧。我可以选3吗？可是3有点贵。可以打个折吗？我只有60个金币，扣掉10金币救我不被摔死，我只剩下50金币了。没关系哦，我的小公主，本系统是可以打欠条的。好嘞，宿主大人，您已经选定女儿奴父王，应付100金币。宿主大人，您已选择拯救计划，应付10金币，合计110金币。宿主大人，您现在的余额是-50金币哦。好了，扣款成功，选项执行中，宿主请等待。等等，我忽然想到，既然现在我的世界观
是父王是个女儿奴，那他应该不会看着我这么死在他的面前的吧？我撤回那个拯救计划。时间暂停解除。小东西，去18层地狱做你的小公主吧！哼！我的女儿。什么？国王竟然如此溺爱这个小东西，竟然为了她使用了魔法！乖乖，这是什么？真好看！不过看样子，我似乎是被救了。啊！国王，您竟然为了小公主使用了魔法，这可怎么使得啊？您一年只能使用10次魔法，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能使用的。您就这么轻易用掉1次吗？有问题。哼，本王的女儿遇到了危险，难道不是万不得已的地步吗？一年只能用10次的魔法，这个国王竟然舍得为我施展。虽然多花了10个金币，但是那个小老鼠没骗我，这个国王果然变成了女儿奴。不愧是被我万里挑一选中的宿主啊！这么轻易，100个初始金币就全被我骗来了。不仅如此，还欠了我50个金币。嘿嘿嘿，他哪里能想象得到，即便他不召唤我，即便他不花1分钱，那个冷面国王也是会救他的。呵呵呵，因为那个国王原本就是个千年难得一见的女儿奴啊。不过这么好骗的宿主，我以后要再多骗点金币才行。嘿嘿嘿。这真是可爱呀！哇，她眼神好温柔啊！既然是个女儿奴，一定是个温柔的人吧？这样，我的穿越异世界生活想必会过得很舒服、很开心吧？可恶！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刚刚竟然差点摔死了他！来人，将接生医师拉出去绞死！国王饶命啊！这不是我的错，刚刚是有什么东西滚到我脚底下了，我这才不小心摔了的。倒是有些道理。谢国王陛下饶过小人。来人，查出这珠子是谁落的，和那个接生医师一起绞死。饶命啊，陛下！臣妾不是故意的，臣妾不知道珠子为何会落下呀。要死要死！这国王怎么这么凶残？一上来就要绞死2个人，我能不能救救他们？啊，有了！怕了？算了，本王的女儿说饶过你们一命，那你们便滚吧。谢国王陛下宽宏。好险！我的小命差点离我而去了。赞美仁德的皇帝陛下，感恩妃妃的小公主。这个小丫头竟然能左右陛下的决定，她不能活着。本王见邻国米开朗国的小公主长头发，非常可爱。你为何毛发这么短？你在说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头发本来就很短啊！你这个眼神想做什么？来，头发长线。头发长长了。这样好看很多。陛下，刚刚您施展魔法是为了救公主的性命，现在您这是……现在才3月啊，今年还剩这么多天，陛下就为这个小丫头使用了2次魔法。本王的女儿还能更可爱，本王将她变得好看一些，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时刻。哇，不好看！见过哪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么长的毛啊？你才不好看呢，你全家都不好看。似乎有些小，抱着有些不趁手，变大点或许会好点。哎，亮晶晶的光又出现了。天哪，这个混蛋在做什么？你哪只眼睛见过我这么大的婴儿？
好丑，还是变回刚刚的形状吧。你为什么一脸吃了臭鸡蛋的表情？头发颜色不够好看，要不然七彩的吧。搞什么啊？爸爸，你的审美竟然是彩虹玛丽苏吗？算了，七彩的好丑，还是变回去吧。这个糟老头子是要玩死我吧？哦，陛下，你冷静一点啊！这么一会儿，你已经使用了6次魔法了。就算您不怕把小公主给玩死，也要为我们卡米亚国多多考虑啊！是啊，您现在只剩下4次魔法使用的机会了，万一……真烦！本王说了，本王现在在处理极其重要的事情，必须使用魔法。本王记得康威加纳国的小公主甚是可爱，我去找一下她。第7次用魔法了。本王最宠爱的小公主，不能比别人的丑。来客，快来看看我的宝贝公主，是不是比你的菲娜美上10倍？我感觉我快死了。哈哈，这真的是个女儿奴爸爸吗？我看就是个脑残吧。不如给我来个痛快的。西奇，快去喊国医过来，这孩子看着不对劲儿。遵命，父王。父王，我快去快回，您一定要救活这个妹妹啊！救活？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吗？而且我带他过来的一路都是小心翼翼用手捧着，为了不让他难受，我还特意加快了速度。你这个垃圾爸爸，你飞那么快！我现在脖子都快断了，我感觉自己快死过去了。这孩子应该是刚出生吧？孩子的脑袋十分柔软，你抱他过来的时候没有护住脑袋，又使用了极快飞驰的魔法，你这样的行为是会诱发孩子脑震荡，甚至会危害孩子的智力。这么严重？而且刚出生的婴儿脊柱还没有长好，你刚刚那样带着他，怕是已经伤到他的颈椎了。伤到了？对他以后会有影响吗？臭爸爸，要不是我的灵魂是穿越的，就凭你刚刚那顿骚操作，你女儿早就被你晃成智障儿童了。父王，国医先生过来了。是哪个丧心病狂的恶人，竟然伤害如此一个小小婴儿？丧心病狂恶人！回禀2位国王陛下，这位小公主颈椎骨折严重，微臣建议立即动手术。这个妹妹这么小就要做手术，会不会太可怜了点儿？小老鼠，系统，你快出来！这剧本不对，我这么小的一个婴儿就要动手术吗？太恐怖了吧！我亲爱的小公主哟，这场手术你必须做哟，要不然以后你会歪脖子不好看的。丑丑的小公主可是无法得到父王宠爱的哟。为啥你还能坐无人机登场啊？你不是会飞的魔法老鼠吗？你有没什么道具让我瞬间恢复吗？你不是系统吗？道具是有的，但是需要金币兑换。捡石，小公主你忘了？你现在可是负债累累，除了接受手术，没有其他办法哟。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赚到金币？我要赚金币，我要逆袭！本系统是小公主系统呀，只要你成功攻略国王陛下，得到父王的宠爱值越多，金币就会越多。当然，前提是正确的宠爱，而不是像个憨憨一样，宠你一次就让你骨折一次哟。我有一个疑问，
这个国王在我之前也有7个孩子了，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连个孩子也不会抱抱？嘿嘿，因为他不喜欢王子啊，所以他7个王子，国王一次也没有抱过。你是他唯一一个亲自动手抱的娃，撒花庆贺吧！感谢国王爸爸不抱朕。这份恩宠，小女子承受不起。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国叫做卡米亚国，这里就是他的王宫了。我叫费伊奇利威特，是卡米亚国唯一的小公主，年龄7小时又38分38秒。就在刚刚，我完成了我人生里第1场手术，耗时5小时38分38秒。我已经用魔法保护她，确保她不会死于手术了，就不能保留住她美丽的长发吗？不能。唉，这个男孩叫西奇加勒，是邻国康威加纳国的王子。因为邻国国王担心我那不靠谱的亲爹会把我给养死，特意派他来卡米亚国照顾我，直到我康复。真是个神奇的小家伙。虽说有大人们的魔法保护，但是手术全程你都没有哭泣，实在是太厉害了吧。废话，我当然不会哭，因为那只破系统老鼠坑了我130个金币。我的小公主哟，无痛手术专用痛感屏蔽胶囊，你值得拥有哦。只需要100金币就可以得到哟，一直无痛到您恢复健康哟。这个世界是没有止痛药、麻醉剂这些东西的哟。小公主确定不需要吗？会痛死的哟。能打折吗？我现在1个金币都没有啊。抱歉啊，现在涨价了，130个金币呀。不过小公主你长得这么美，可以赊账哟。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得到那个笨蛋国王的宠爱，多赚金币，要不然迟早被那只臭老鼠坑死。麒麟妹妹，你不能再动了，刚做完手术3个月之内都是不能动脖子的。啊，完了，这是断了。卡莱恩叔叔，快来啊！麒麟公主脖子好像又断了。发生了什么？我不就是翻了2下身吗？怎么就脖子又断了？所以我的脖子就要重新做一次手术吗？哼，既然脖子又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忽然死掉，应该没有人会怀疑的吧？是谁？谁要弄死我？哼，小东西，去死吧！天哪，太可怕了！系统快来救我啊！去死吧！他竟然长得这么可爱，我是不是太丧心病狂了？真的要对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动手？可是我要是不动手的话，母后会打我的，我该怎么办？哼，我喜欢丧心病狂的感觉，我忍不住了，我要弄死他！没，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系统呢？那个哈哈国王呢？不行，等不了别人来救我了，我得自救才是。他下一秒一定会伸手掐死我的，我得在他落爪之前逃离这里。加油，我可以，我就是最棒的。他跳窗自杀了，太恐怖了！我要告诉母后去。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这是谁干的？不好了，小公主全身的骨头都断了。啊？这么严重吗？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很严重吗？回禀国王，非常严重。绮丽小公主的状态非常不好，若是治疗不到位，她怕是要……来人，查出是谁做的，
直接绞死。刚刚医生是说我会死吗？可我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啊！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国一，我看他这个表情，似乎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国王啊，公主这反应不对劲儿，您快把她给我。臣猜测公主之所以一点反应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她摔坏了脑子。我唯一的女儿脑子摔坏了。所以绮丽，你现在是弱智了吗？这个国王爸爸是个傻子吧？我很好，不弱智。你不是说他全身骨头都断了吗？他怎么还能挠我？国王冷静啊，他或许胳膊没断。卡莱恩叔叔，你们还是先救救绮丽妹妹吧，她流了好多血啊！啊，我流血了。陛下，您先用魔法滋养着绮丽小公主，等她稍微恢复一些后，臣就立即给她全身手术。咦，这个魔法比之前的都要华丽丽。我的小公主哟，你摔得好严重啊，全身上下有一半的骨头都碎了呢。就知道幸灾乐祸。生气了，好像小猫炸毛哦。小公主哟，我这里有一批上好的愈合药，只需3000金币即可迅速愈合任何伤口，哪怕你碎成了灰，它也能将你变得完好如初哦。可以赊账哟，不要利息哟。小公主，你一定会后悔的。要你有什么用？除了讹我金币，一点用也没有。后悔才有鬼呢！绮丽小公主，不要怕哦，爷爷现在要拿刀切开你的后背，帮你正骨。绮丽小公主，不要怕哦，我最喜欢杀小孩了。啊！国一，这是怎么了？本王的绮丽还活着吧？糟糕！绮丽小公主受伤太严重了，无法再承受手术，必须进行魔法休眠。要休眠几年？看小公主这个状态，至少得休眠个5到10年。这么久？什么？陛下竟然要给那个小贱人进行魔法休眠？母妃，什么是魔法休眠啊？所谓魔法休眠，就是要一个魔法特别强大的人，每天花10个小时的时间，用魔法来滋补休眠的人，直到那人从休眠中死去或是醒来。终于死翘翘不需要魔法了。哦，否则施法的人便要一直为休眠者实施魔法。还要本王用魔法滋补你 ？No！ 可恶，一天才只有24个小时，陛下竟然要花10个小时在那小贱人身上。而且一旦进行魔法休眠，陛下岂不是就要毁了当年与诸国定下的盟约？休眠10年，这孩子是要榨干本王浑身的魔法呀！对了，休眠10年的话，本王的绮丽醒来的时候，还是现在这般可爱模样吗？不会，她的身体会长大，不过心智不会。醒来时依旧是婴儿之力。所以，绮丽，本王不但感受不到你的可爱，不但要为你榨干魔法，还要接受你是个弱智吗？陛下，您不可以再施展魔法救这个。说的话，陛下您今日应该把1年限制的魔法都使用掉了吧？当初各国国王明明签订过协议，强大的魔法师1年使用魔法的次数不得超过10次。是啊，本王刚刚把今年的10次使用完。那陛下您就不能再使用魔法了，这个小丫头就不要再救了，反正已经是个弱智了。你慌什么？虽说今年的10次使用完了，但本王等会儿还可以使用去年的10次，还有前年的、大前年的。等前些年的次数都使用完了，为了本王的绮丽，就算毁了与诸国协议，那又如何？陛下您还真是爱这个小贱人呢！这个祸国殃民的小杂种，竟然要逼得陛下毁约，绝对不能让他活着，不能让他长大。
莫非你又捏疼我了？3年了，为了不让陛下发现，我每隔1个月就会过来，给你下一滴这寒冰之毒。如今已经3年了，想来过不了几日，你这个小杂种就会化成一滩血水死去吧。哎呦呦，宿主被这个坏女人下毒了呢，我要不要帮一下我家宿主呢？宿主，我这次帮了你，你记得要多赚金币供我贪污哟。金手指冰冻技能 get。 宿主啊，这个金手指我就收你1万金币吧，记得以后还我哦。麒麟妹妹，哎呦，这个王子西奇加勒又来了，整整3年，他像是住在这里似的。这个印记暂时还不能被人发现，就先隐藏了吧。我又来看你了，都怪我，3年前我实在是太小太笨了，没有照顾好你，害你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国医说你或许要休眠10年，醒来以后智商会停滞不前，变成一个弱智儿童。国医说没有哪个王子愿意迎娶一个弱智的公主，你或许会一生孤苦的被困于这个冰冷的王宫之中。哼，那是一般的女孩，我的宿主是绝对不可能变成弱智的，小子，你不用担心。不过没有关系，假如真的以后没有人愿意要你，我会对你负责的。是我害你变成了弱智，无论如何我都会负责，都会供养你一生的。喂，小朋友，你知道想娶我的宿主要花多少金币吗？没有1个亿，休想打我家宿主的主意。啊切！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骂我？算了，大概是我想多了，应该是这里太冷了，我有点冻着了。还是先出去吧，等会儿卡莱恩威特叔叔要过来给启灵妹妹传输魔法了。我不是把这个印记藏起来了吗？他怎么又出现了？看样子宿主这个金手指要爆发了。3年了，你终于要苏醒了，我的宿主。这臭小子怎么过来了？喂，你这个坏小子过来做什么？当年可就是你害得我家蠢货宿主摔断了全身的骨头。3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过来了。不好，这个倒霉孩子又要害我宿主。对不起啊，虽然当时是你自己摔下去的，但是我也不应该跑掉的。要是我当时没有跑掉的话，或许你能抢救及时，就不会要休眠这么久了。这些年我一直很愧疚，麒麟妹妹，希望你能快快苏醒啊！乖乖，我家宿主这么厉害吗？睡着竟然也能让反派改邪归正。咦？不过说起来，这个是什么？糟糕，不能摸。麒麟妹妹，你醒了呀！贱女绮丽，你竟然没死，我要弄死你！国王不好了，出事了！救命啊！这是冰冻魔法。是谁竟敢在本王的王宫中使出如此强大的魔法？本王要杀了他！是绮丽公主。什么？绮丽公主不是在休眠吗？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哈！不愧是本王的女儿，真是厉害！嘿嘿嘿。天哪天哪，宿主竟然暴走啊！这可怎么办好啊？
谁？哼，不过闯下这么大的祸，怕是离被刺死也不远了吧？你果然是本王的大宝贝，竟然小小年纪拥有这么强大的魔法啊！这又是哪一出？好气呀！但还是要保持优雅，把这口老血给我憋回去。绮丽，我的宝贝蛋儿，你真是太棒了！快让爸比给你一个爱的亲亲。不。你是谁？找死吗？天哪！他竟然说国王陛下找死！傻丫头，我是你的父王啊！父王？对啊，我的宝贝蛋儿，我是你的父王啊！噔噔噔！恭喜宿主，恭喜宿主！父王好感度加100，宿主获得100个金币。父王，宝贝就好，蛋儿还是留给别人吧。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感觉好像失控了一样？宿主哟，你不是失忆了哟，你是沉睡了3年哟。因为一点小意外哟，你小小暴走了一下哟。不过你放心哟，等你熟练控制自己的金手指，就不会再出现暴走现象哟。父王，嘿，3年前是你弄断了女儿的脖子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呀？绮丽，你刚刚魔法暴走了，不过你不要怕，本王这就找到底是谁让你暴走的，本王这就杀死他。臭国王，你这个表情，你是在转移话题吧？父王，饶命啊！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糟糕，这倒霉小子怎么也在这里？他不会连累到我和他弟弟吧？国王陛下，有人给小公主下了毒，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毒。父王，请你明察，不是儿臣啊！坏了，下毒的事情被发现了。母妃，你快救救我！不是我下的毒，我只是过来看看绮丽妹妹而已，我没有下毒。混账小子，你还敢狡辩？不是你下毒，还能有谁？这里只有你一人。母妃，快向你父王领死吧，祈求他不要连累到你母妃我和你弟弟。什么鬼？这是一个妈妈该说的话吗？她竟然让自己的孩子去死！父王，对不起，是我。父王啊，是儿臣下的毒，求您赐死儿臣吧，求你不要连累我的母妃，也不要连累到我的弟弟。这个孩子，你也别怪母妃狠心，毕竟和你弟弟比起来，你实在是太没用了，母妃只能牺牲你了。可惜了，这么好用的一个孩子就要死掉了。他虽然愚笨，但是怪听话的。当初让他杀死绮丽，他便将他从床上扔了下去，害得他全身骨折呢。母后一定要杀了绮丽妹妹吗？她才刚出生，只是个婴儿啊！怎么，你母妃把你送给我，不就让我把你当狗使唤的吗？我现在让你做点事情，你不愿意了吗？遵命，母后。你今年也有16了吧？回禀父王，刚好16岁。糟糕，乔治王子这么明显的谎话，我那憨憨父王不会是信了吧？虽然这个小孩之前应该是过来杀我的，但是理论上说起来，我受伤好像全拜自己所赐，与他无关。不行，不能让憨憨父王杀了乔治。国王陛下，这个小崽子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臣妾这就替陛下处置了他。陛下可是有心有虑，他若是顺着乔治怀疑上我，可就不好了，得赶紧解除陛下的疑虑。母妃，你真的要杀了我吗？住手！绮丽，绮丽妹妹，绮丽公主，小贱人，既然你自己送上来，那就别怪我，去死吧！这是怎么回事？乖乖，这是什么？冰雪奇缘吗？我竟然能瞬间冻住一个坏人！噔噔噔，撒花撒花！恭喜小公主哟，您已经成功掌握本系统送您的金手指哟，售价88888.88金币哟，小公主记得还钱哟。
帅气的我又登场啦！又是你！嘿，滚你！这只黑心老鼠，我严重怀疑它坑我。一个金手指8万，它怎么不去抢？绮丽公主，您这是做什么？这位阿姨，我在救人啊！你眼睛坏了，这都看不出来。你这个小杂种，你竟然骂我！不是说这小丫头常说智了吗？怎么说话这么恶毒？哎呀，阿姨，您说什么？风太大，我没看清。这死丫头怎么忽然会这么强大的魔法？莫非她一出生就有魔法天赋？不行，原本陛下就喜欢女孩，这个孩子若是还自带魔法天赋的话，父王，女儿好喜欢这个哥哥，不要杀他，好不好？好可爱，这就是女儿的可爱之处吗？脸好软，肉好多，好可爱。父王，好不好嘛？这个死丫头忽然想救乔治，一定没安好心，我不能让她得逞。陛下，不可以！乔治涉嫌谋害公主，不能留。闭嘴啦，封口！好，绮丽说不杀，我们就不杀。恭喜宿主，憨憨国王好感度加300，获得金币1000枚。不过宿主啊，你要加油哟，你还欠本系统很多金币呢。宝贝蛋儿，你刚恢复，父王带你回去仔细检查检查。好。母妃别急，儿臣这就来救你，敲碎这些冰块，您就能出来了。真是一对蠢货母子。绮丽小公主，您安心的睡一觉吧，就让老臣和陛下帮您好好检测一下身体。莉莉呀，跟爸爸回家吧。你走开！我不要你当我爸爸，别人爸爸那么厉害，怎么你就那么烂？是啊，莉莉，爸爸怎么这么没用？可是爸爸真的已经很努力的想要给你最好的生活了呀。刚刚我梦到的是什么？那个女孩长得怎么这么面熟？我在哪里见过她呢？本王的宝贝蛋儿，你醒了呀？不！绮丽小公主，这是不好意思了吗？不用不好意思，您这一昏睡就睡了整整3天，国王陛下也在这里陪了你3天呢。他在我身边整整陪了3天。他怎么和梦里的那个大叔长得那么的像啊？难道刚刚那个大叔是他的前世吗？宝贝蛋儿，你……本王的宝贝蛋儿这个表情是在心疼父王吗？我不一定是贴心小棉袄，但您一定是谋杀妻女的污脸大棉被。怎么办？我真的感觉要窒息了。我怕是想多了，就这个憨憨和刚刚的艰难大叔，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哇？宿主呀，虽然这个国王是个憨憨哟，但是你现在应该喊他爸爸才对呀，毕竟你还要通过获得他的宠爱来向我还债呀。别忘了，你还欠本系统7万多金币哟。你还好意思说？先前我年纪小没反应过来，现在我可不是1、2岁的小屁孩了。你说，你是不是吃回扣了？是不是坑我了？这丫头这么快就发现我坑她了吗？不好了，国王陛下，妃子失礼自杀了。什么？没记错的话，那个是我妈妈吧？对的呀，就是你妈妈呀。你沉睡的这3年，她大概已经自杀了300多次了吧？当然，全靠本系统及时出现，帮你救了她，她才没有狗大哟。所以，你现在是想说，我欠你那么多钱，全用来救我妈了，我还得谢谢你？你非要谢的话，也是可以的呀。罢了，他应该是想见一下绮丽，今日就满足他一下吧。这个表情
也太渣男了吧！虽说身为国王可以有很多王后妃子，但是那个毕竟是我的妈妈啊。绮丽，走，我们去见你的母妃。可是母妃为什么要自杀啊？该不会是产后抑郁吧？说起来，她刚生下我就受了重伤，然后昏迷了3年。这3年我一直睡在宾馆，她应该很思念我吧？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母妃这3年自杀这么多次，你一次都没看过她吗？渣男！你就是我的母妃吗？她好美呀！说起来，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我前世的事情？不知道我前世的母亲是不是也这样美丽动人？陛下，您终于来看臣妾了。啊！宝贝蛋儿，没事吧？宝贝蛋儿，我的绮丽。没事。哎呀，摸摸秋，没事就好，我的蛋儿没事就好。蛋儿你留着自己吃就好，喊我宝贝就行。恭喜宿主获得国王好感度80，获得金币800枚。宿主啊，你要加油啊！这800-1000的金币进度很慢啊，你欠我的钱何年何月才能还清啊？宿主，你这样虐待我哟，会后悔的哟！本系统决定对你隐藏重要信息哟，除非你给我10万个金币，否则我不告诉你。垃圾系统，毁我青春！所以他隐瞒了什么信息啊？怎么感觉空气里的温度低了？是她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母亲吗？她怎么哭了？是伤心了吗？她好美啊，好想让她抱抱我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哭了？看来我这个宿主真的很想要一个妈妈呢。也是，毕竟前世今生他都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我可爱的小公主哟，3000个金币，我让这个女人抱抱你，成交吗？母妃，我抱我自己的母亲，哪里还需要给钱？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抱。陛下，刚刚吓死臣妾了。她就是臣妾的女儿绮丽公主吗？母妃！哎呦，都说了嘛，你若是想让那个女人抱抱你，5000个金币嘛。为什么？呀，这有什么为什么啊？它很难搞定的，你得给了本系统小钱之后，本系统才能帮你改变它的行为方式，让它抱住你，给你专属的母亲的温暖的香喷喷的爱的抱抱呀。为什么？我只是想要一个妈妈的抱抱而已，却还要花钱啊！这小丫头长大了，心思细腻了，人也聪明，不像之前没心没肺的，好忽悠了。这是怎么了？我不是穿越过来的吗？这个女人最多算原主的妈妈啊，又不是我妈妈。就算她不喜欢我，我难过什么？陛下，绮丽这是怎么了？她是不喜欢臣妾吗？怎么哭了？你去抱抱她。陛下，听到没有？去把本王的宝贝蛋蛋抱起来，亲亲，要不然本王杀死你！可臣妾，我回禀陛下，臣妾这就去抱抱亲亲绮丽公主。绮丽，
来，让母妃抱抱你。哎呦哎呦，这女人怎么愿意过来抱你了呀？害得本系统少赚了8000个金币。听说这个小家伙魔法天赋极高，但是非常不稳定，也不知道等会儿抱住了他，会不会把我给冻着。我可怜的女儿，你自出生起3年了，妈妈都没有好好爱你，就让妈妈……姐，我对绿茶味的香水过敏，请您不要靠近我。什么？这孩子怎么这么对自己的母亲说话？他不是想要妈妈的抱抱吗？怎么就这么丑剧了？惊得我可乐都摔飞了。佩姐，刚刚我说的话，您若是没听清的话，那我就再说一遍。我对你过敏，求你以后都不要接近我。陛下，您看，绮丽公主竟然对自己的母妃……陛下，您笑什么？本王的宝贝蛋儿，你真的是太可爱了！么么么，宝贝蛋儿，么，你怎么如此可爱？本王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公主？什么情况？这是么哒！既然妃子淅沥已无自杀倾向，那本王就带着绮丽回去了。陛下，陛下，臣妾思念女儿3年，就不能让她多陪陪臣妾吗？那本王的宝贝蛋蛋，你要留下来陪她吗？不需要。你看，绮丽不要你。父王，收手，感觉得意的尾巴都要摇起来了。哟，宿主啊，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妈妈的抱抱吗？怎么就忽然拒绝了呢？这可是他前世今生都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啊，怎么忽然就不了呢？给我3000个金币，姐姐告诉你原因。没错，我是想要妈妈的抱抱，非常想要，迫切想要，莫名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想要她的拥抱。但是啊，即便我如此想要，我也无法接受一个虚假没有感情的拥抱。他若不是真心爱我，我宁愿当自己没有母亲，我也不要他。系统是能听到心声的。啊，这孩子这倔强的脾气哦，真是让叔叔头疼。越是想要，便越是在意，以至于容不得一丝的不好。不过，这个女人原本也不配做母亲。既然我家宿主不要你，那就不要吧。嘿嘿，反正少了你，我还有其他的法子坑我家宿主的金币。嘿嘿嘿。你去和妃子淅沥说，以后不要再用自杀的方法骗本王去看她了。若是下次再如此，本王便让她到下面陪她上一个孩子去。是。放心，本王的宝贝蛋蛋，那个女人你不喜欢，本王便找一个全天下最温柔的女人做你母亲。别人家的小公主都有爱她的母妃，你也要有。爸爸。爸，还第一次有孩子这么称呼本王。爸爸这2个字，竟然比父王听起来更好听，更美妙。哎呦，本王的宝贝蛋儿啊，你真可爱！乖乖，宿主，你闯祸啦！3年前，你挠坏了憨憨国王的脸，整个朝堂的人对此都很有意见，甚至有不少人请求处死你呢。绮丽公主竟然如此大胆，毁了陛下的脸面，请国王陛下处死绮丽公主。哼，想要处死我，他们配吗？呀，这个小暴脾气！糟糕，难道绮丽又暴走，把他放出来了吗？宝贝蛋蛋，你竟然又挠本王！
老父亲的手微微颤抖，老父亲的心需要倾听。怎么，臭老头，我就挠了你，不可以吗？是他，果然是他。我，臭老头，我已经老到成老头的地步了吗？没有自知之明真可怜。扎心了，老头。那死丫头又挠国王陛下了吗？哼，上次她毕竟在休眠，挠了一国之君也就罢了，现在她都3岁了，还如此无礼。哼，这次可没人能放得过她，我要让她死得很惨。哎呦呦，本王的宝贝蛋蛋啊，你这么说话太伤爸爸的心了呀！可是你怎么这么可爱？即便你这么伤爸爸的心啊，爸爸也舍不得对你怎么样啊。但是爸爸还是很伤心啊，你才3岁，爸爸就是老头了呀。爸爸担心还不等你长大，爸爸就老死了呀！这孩子，这憨憨国王说的这话多感人呢！你竟然不但不感动，还想打他，那就别怪本系统无情了。你真的这么爱你女儿吗？哪怕她叛逆。这一锤，我的宿主呀，友情价10000个金币哟！还魂锤，一次性消耗品，售价100金币。你还会爱他吗？本王的起立啊，你怎么了？快传国医，国医！怎么还没醒？难道我昨天锤得太重了？可是那丫头太厉害了，我锤重一点，我怕锤不走她。绮丽公主，你未免也太大逆不道了吧！纵使国王陛下再宠你，你伤了尊贵的圣体，别说是百官，就是我们也不会放过你的。姐姐，你不要生气，让我先教训这个小东西，为陛下报仇。谁打我？大胆！绮丽公主，她可是陛下的妃子，是……你竟然敢打我！对呀，我就是敢打你。怎么了？绮丽公主，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是啊，是有点过分了。但是那又怎么样？绮丽公主，大人是不对的，至少你得跟我们道歉。可恶，我竟忘了这个小贱人她有魔法，这是她的地盘，打也打不过她。不行，至少让她道歉，然后我再去和国王陛下告状。臭丫头，你死定了！呵呵，反正打都打了，道歉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的。你们要是想得开的话，我建议你们现在立刻马上离开这里，要不然可以在你们的大饼脸上再多几只对称的手印。要死要死！我昨天锤得那么狠，竟然都没有把他给锤走，这可怎么办呢？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赶紧滚吧。绮丽，你这样做不好吧？绮丽，你怎么可以打他们？他们可都是你父王的妃子啊！天哪，这脸上的印儿也太深了吧！绮丽，你如此伤害他们，他们还怎么出门见人啊？这伤怕是要养个10天半个月的了。什么？这么严重吗？啊，这可怎么办？半个月后还有一场宴会，到时候我们还怎么见人？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一开始你们干嘛要过来被我打呢？现在惨了，连宴会都不能去参加了。这死丫头说话怎么这么气人？绮丽，
不可以这么没礼貌！快向他们2位道歉，恳求他们原谅你。这犀利怎么这么好心？他让他女儿向我们道歉。我们平时可没少欺负他呢，他竟不是来看笑话的。你说什么？绮丽，母妃让你给他们道歉，难道你不愿意吗？你都动手打人了，却连道歉都不愿意吗？对不起，我不愿意。绮丽，我是你的母妃啊，难道你连母妃的话都要不听了吗？对，我不想听。绮丽，你实在太让母妃失望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呀，不好，我的宠后宿主的灵魂怎么变得这么弱了？喂，你出来就出来呀，我也没有伤害过你，但是你也不能伤害我家宠后宿主啊。你确定伤害他的是我，而不是这个不问前因后果上来就逼自己女儿道歉的母亲？本王的女儿想打人就打人，不想道歉就不道歉，你算什么？来命令本王的女儿？陛下，陛下，陛下，父王，好机会！我锤！宠后宿主，快点回来！怎么回事？他怎么还不回来？本次锤免费，只要你赶紧回来就行。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行吧，只要你肯回来，之前你欠本系统的那些钱都给你清零。乖，总算是回来了。怎么办？只能……父王，宝贝蛋儿，父王，女儿不想道歉，女儿也不想听什么打人是不对的。绮丽，不想道歉就不道。本王知道，我的绮丽不是不讲道理的孩子，她要是打了谁，一定是因为那个人她该打。陛下，您的意思是我们该被打吗？蠢女人们，你这么宠我吗？本系统的哈哈宿主果然回来了，只是我损失也太大了吧，将我的19万金币全部清零。什么是悲伤逆流成河啊？这就是悲伤逆流成河啊！你还是滚吧，好烦呀！而本王想穷极一生去宠着，去惯着的，就是你呀，我的绮丽。陛下，大意了，没有想到陛下竟然这般肆无忌惮地宠爱这个孩子。不过这样也好，反正她是我女儿，我女儿这么受宠，我不跟着受宠了吗？是啊，我们的绮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为人父母的自然是要宠她、爱她、护她一辈子的。陛下，臣妾说的对不对呀？说不定还能趁机靠近陛下的怀里。陛下为何后退？糟了，重心稳不住了。好搞笑！垃圾宿主只会吃瓜，扣我金币。有了，绮丽，我的女儿，别怕，母妃护着你。没事吧？陛下，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的绮丽就要摔伤了。下次走路小心点。唉，我这个国王爸爸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妃子吗？有啊，你给我8万金币，我就告诉你。知道了，多谢陛下关爱。这个贱人！妃子犀利，很好，看来之前的教训都忘光了。这是什么？好喝。上次你儿子无意喝下原本属于你的毒酒。陛下，陛
次我倒要看看谁能救你。去通知所有大臣，公主绮丽恃宠而骄，屡次伤害陛下圣体。是。哼，妃子淅沥，你和你的女儿一个也别想在这个世上多待1秒。啊，绮丽妹妹有危险。谢谢父王刚刚帮了女儿。这才是我的宿主嘛，可爱有礼貌，不像他暴躁又凶残。绮丽竟然跟我说谢谢，太感动了！恭喜宿主获得1000金币，金币比想象中来的还要容易。不过啊，我的宝贝蛋儿啊，爸爸帮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不用特意说谢谢的。到底要怎样他才能不喊我蛋儿？好了，先不说这些，本王今天来找我的宝贝蛋儿是有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情？看，我们蛋儿喜欢哪个，本王就把她搞进王宫当王妃。我什么时候和这个憨憨关系好到他找女人还要我过目？宿主，有重要人物，快把他找出来！重要人物有多重要？嘻，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8万个金币，宿主想知道，请付钱。滚你！垃圾抠门宿主，你会后悔的。现在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把你锤远点，以至于还能听到你在胡说八道。小公主请看，这么多美人啊！我不信没有我的帮助，你能找得到那个人，他可是很重要的哦。住嘴！我拳头好像又硬了。蛋儿，你看中哪个？和父王说，父王让他给你做母妃。给我做母妃？所以他兴冲冲地找了这么厚一本美人画册，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不用了，父王，我不需要。为什么？宿主冷静啊，那个粉头发的人真的很重要啊！糟糕，说漏嘴了，31个亿！哦，这个粉毛的小姐姐看着好像不错呢，父王。她是谁？怎么看着这样眼熟？陛下，请国王陛下处死绮丽公主！请国王陛下处死绮丽公主！请国王陛下处死绮丽公主！陛下，请您立即处死绮丽公主！绮丽公主，你小小年纪便不守礼法！绮丽公主，你这样的坏女孩子不应该活着！绮丽公主，你大胆，你目无尊长！绮丽公主，你该死！哼，丑女丽丽，有爹没妈是个小野种。捡破烂吃剩饭，又脏又穷，真恶心！捡破烂吃剩饭，又脏又穷，真恶心！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怕，本王的宝贝蛋儿。父王，哭什么？放心，父王不会让这群蠢货伤害到你的。吓死我了！幸好这个憨憨关键时刻还是靠谱的，要不然怕是……陛下，你，我们在这里喊了这么久，您竟然搭理都不搭理我们一下。哦，本王仁慈，向来不喜欢肆意屠杀，故而本王现在由着你们在这里大喊大叫，本王都被自己的仁慈感动，你们还不满意吗？这什么？陛下的意思是刚刚动了想杀我们的心思？不会的，陛下从来不乱杀人，他不会的，一定是在骗我们而已。陛下，您若是不处死绮丽公主，不用您动手，我们自己以死明志。冷静啊，冷静！这孩子之前因为他魔法能力强大，又会打人，本王一直以为他是个强势的孩子，如今看他这般害怕模样，才忽然惊醒。他只是个3岁的孩子而已，他脆弱无助，唯一的避风港
不过只是他的父王一人而已。本王今日最后说一遍，龙有逆鳞，谁若再敢打绮丽的心思，本王便成全他想以死明志的心。陛下，他这是为了我，在和所有大臣作对吗？绮丽妹妹，你别怕，有你父王还有我们一起保护你。你又摸我家宿主，1千不1万，摸一下1万个金币，我要让你付钱！你不要怕，绮丽妹妹。你是谁呀？合着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你竟然不记得人家，嘿嘿，莫名想象。他不记得我。陛下，您要想清楚啊！自从绮丽公主出生后，我们国家发生了多少离奇事件呢？绮丽公主不得不以死谢罪啊！绮丽妹妹，你不认识我没关系，但是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要不然你先跟我出去吧。西岐王子，绮丽交给你了，本王过几日再接她回来。哎，这个憨憨国王在搞什么啊？这人我不认识啊，他怎么把我递给了他啊？可怜的娃。我会照顾好他的。回去吧。喂，宿主，你们去哪儿？带上本系统啊！好了，现在绮丽走了，你们还有什么恶毒的话，不怕死的就说出来，本王成全他，让他死个痛快。绮丽妹妹，别放手啊！我不认路啊！救命啊！卡莱恩叔叔，果然还是不靠谱啊！那魔法师要把绮丽随机扔到我们国家的某一处吗？这可如何是好？西岐王子，您果然回来了！刚刚国王陛下感受到了您的气息，让小人带您回去呢。不用了，你赶紧招人找个女孩，全国寻找。这是哪里啊？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鸡啊？各位鸡姐姐、鸡妈妈们，你们好呀！你是谁？嘘，先别说话。好像鸡群逃远了，我们出去吧。谢谢你啊！你好脏啊！你也是哦。说吧，你是谁？怎么刚刚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了？我说是被我爸意外扔下来的，你信吗？勉强信吧。这个小丫头说谎话的水平可真烂呢。那你呢？我看你的穿着漂亮的像个小公主似的，你又怎么会躲在稻草堆里呢？我说我魔法操作失误，意外到这里的，你信吗？这是哪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勉强
也信吧。这个女孩看起来大概5、6岁吧，说谎水平可真烂啊！你们2个就是爸爸给新买的奴隶吗？啊？奴隶？你吗？你吧？可恶，下贱的奴隶，看到我还不跪下行礼？下跪行礼？那是什么？他看着好凶啊，好像是一座会移动的小金山。糟糕，他该不会是这个农场的主人吧？或者是主人的女儿？找死！竟然敢嘲讽我爸！可恶啊！你们那2个下贱的狗奴隶！我要把你们的头砍下来，一个喂狗，一个当球踢。你要把谁喂狗呢你？哎呦，我这，哎呦，你要把谁当球踢呢？不要笑了，他的仆人来打我们了啊！快追呀！别让他们跑了！快追！别让他们跑了！哟呀，结交个新朋友竟然获得7万金币，竟然有这么多呀！不过呀，小公主，刚刚我可是耗尽全身力气，才强行改变了你家憨憨国王给你预设的路径。所以我这么辛苦，这些金币都归我了哟。打死他们！跪下，给我磕头，这样我就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凭什么要跪你？让你跪下，你就给我跪下！啊！哼！我堂堂一个公主，凭什么要跪你？她好飒啊！她原来真的是个小公主啊！你们，我才是这片农场唯一的公主。主人，这2个女孩的衣服看着挺华丽的，万一……住手！我不许你打她！谁来救救我？爸爸，你在哪里呀？笑死！你爸爸忙着捡破烂呢，他才不会管你呢。哥哥请你吃青蛙了，哈哈哈哈哈！救救我！救救我！爸爸，你快来救我！按住他！不许你打他！不许！乖乖，他的魔法好厉害啊！糟糕，好像是第3个人格也出现了。这个人格比上个人格暴力凶残多了。不行，他才是最恐怖的。宿主啊，你冷静一点，我刚刚消耗过大，没法帮你驱赶他呀，赶快自己醒过来呀！滚！主人，小主人，你怎么了？你快把我们小主人放出来，要不然等老主人回来了，他一定会杀了你们的。哼，是吗？杀了我们？不如让我先杀了你们吧！哇，他好帅！帅个屁哟！他好凶啊！等等，小妹妹，你这样是不是太暴力残忍了？暴力残忍？小姐姐，你是不是年纪太大，脑子不好了？年纪太大？我才5岁而已啊！
既然刚刚他想打死我们，那现在我要打死他们，我有什么不对？不对，他和刚刚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去死吧，你们！小心！为什么？为什么别人要打死我可以，我打死别人就不行？凭什么？我偏要杀了你！宝贝蛋蛋，父王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哪里来的糟老头子，多管闲事，妨碍老娘的渣子，都该死！好凶，好可怕呀！早知道是不招惹他了。哎呦哎呦哎呦！这丫头，给她一点魔法，她就能灭了整个世界呀！这个人格好危险，好粉身慧呀！我该用什么法宝？怎么抢救他啊？够了！麒麟妹妹，你清醒点，他是你的父王啊！父王？哥哥，你怎么来啦？找到了，封印天，他是我父王啊！我天，我封！宝贝蛋蛋，卡莱恩叔叔，你不生气吗？麒麟这样对你，小子，你的问题真奇怪，本王怎么会生本王宝贝蛋蛋的气？他呀，一定是因为本王救他救的晚了，才太激动了吧？要不然，本王的宝贝蛋蛋才不会忍心伤害他的爸爸呢。爸。爸爸，快来救我！救我！哼，你那捡破烂的爸爸，你还指望他？他来了，我们一样打他。走吧，他不反抗不好玩了。累了，咱们去喝汽水。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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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是谁？是谁打了你？爸爸给你报仇。你滚！我不需要你了。我挨打的时候你在哪里？人他们打我的时候你不在，现在我也不需要你了，你滚吧！丽丽，爸爸在努力赚钱呢，我不是故意的。宝贝蛋蛋呐，你快醒醒啊！宝贝蛋蛋，好了，你也别哭了，医师说了，没什么大碍，过会儿就会醒的。那一会是多久啊？已经过去5分49秒37毫秒了。为什么麒麟还是不醒？不就才过了5分钟呢？不哭。现在是6分钟了。怎么莫名觉得卡莱恩叔叔像个小孩一样被我父王哄着？嗨，这个憨憨国王哟，真让叔叔头疼哟！7分钟了，把医师拖出去鞭刑。啊，你这个小丫头哟，更让叔叔头疼哟！这才出现第3个人格，本系统就被你搞得差点经济鼠王。冷静点，你不要跳窗啊！不要拦我，我不想活了。
哇，这要是其他人格再出现，这系统怕是要杀了，都给杀了！你们两个又老又丑的奸夫淫妇，吵到本公主了！啊！杀！该杀！你要杀死我们吗？我可是你的父王啊！父王？奇丽刚刚怎么了？我头好疼呀！看样子原本人格回来了。宝贝蛋蛋，不疼不疼，你刚刚吓死本王了。正常就好，正常就好。还是原本的憨憨宿主看着可爱呀。老头，你谁呀？糟糕糟糕，这位姑奶奶回来了。蛋蛋，你又打你父王？这对父女好像都不太正常呢。刚刚想打我的那个丑得跟猪头一样的死丫头呢？绮丽妹妹，你找她做什么呢？绮丽妹妹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找她，自然是要打她了。本公主从来不吃亏。那个死胖子欺负我一下，我便要打他一日。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感觉他像是换了3个人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别说，这个人格的灵魂都还挺霸气。你就是齐丽吧？你又是谁？母后，3年不见，西岐长大了很多呢。王后，你怎么来了？我担心齐丽小公主，就过来看看。谁要你担心？哼！你们2个看到母后，就都不在意我了吗？好好好，菲娜最可爱了。我们最爱菲娜了。好吧，菲娜也最爱你们啦。我怎么哭了？啊，这丫头是羡慕他们了吧？毕竟她从来还没体会过一个完整家庭的温馨啊！哼，你们一家4口相亲相爱，我没意见，但是你们可以滚远点，不要挡着我的阳光吗？再不滚远点的话，就要打你们了！这孩子，嫌我们碍事的话，就加入我们啊！站在那里假装酷酷的耍帅干什么？这就是友情的力量嘛！他这魔法看着凶狠哟，竟然毫无杀伤力哟！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难怪西岐和菲娜都喜欢你。很暖和，软软的。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好香，让人感觉很安心。你们一家真奇怪，我都这么凶了，你们也不生气，甚至都不怕我的魔法，是一群怪人。不过算了，也不想打你们了，勉为其难的让你这个没礼貌的女人抱抱吧。来客，你看到了吧？我的绮丽喜欢你的王后。是啊，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既然如此，来客，把你的王后给本王。你说什么？本王刚刚没听清。我说，把你的王后给本王。喂，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不出声了？你不出声的话，本王就当你同意了。耶！本王的宝贝蛋儿终于有母妃了。本王不同意。啊，这个憨憨，叔叔好头痛哟。绮丽妹妹，你吃这个。极力长身体呢，多吃些牡蛎。这个甜甜的好好吃，你尝下。这个也试试，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试试这个。要是早些遇到你们多好。第三人格沉睡了，真是个傲娇奇怪的灵魂，至少吃完再睡啊。不过沉睡了就好，这样我的憨憨宿主就该回来了。奇丽！各位不用担心，奇丽小公主只是睡着了而已。乖乖，吃饭都能睡着？薇娜，奇丽只是太累了。那好吧，也是，她才3岁，在农场里受了那么大的惊吓，我是姐姐，要多多体谅她。够温馨的一对母女啊！本王的蛋蛋，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好的母亲？你有上好的妃子，你自己不知道，你怪谁？陛下，不好了，妃子淅沥又自杀了。唉，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所以陛下，请您尽快回宫。他犹豫是为了绮丽小公主吗？曾经的他是那么一个冒冒失失的人，如今似乎变得稳重了许多，想来也是因为这个孩子吧。去处理吧，绮丽在我这儿，你尽管放心。来客，你可真是本王的好兄弟。要是你肯把你的王后也一起给我，就更好了。妃子苏菲，见过各位姐姐。你就是陛下选中的。妃子淅沥，你为何哭泣啊？妃子苏菲，你为何要喊我们姐姐？莫非是在暗示我们年老色衰吗？老娘还以为这小贱人多有礼貌呢，原来是这个意思。搞得好像自己都年轻一样，真是不要脸。可是她是真的年轻啊，不像我们。那，各位妹妹好。你放肆！王后还在这儿呢，你一个刚进宫的新人，竟然就想做我们的姐姐？这个妃子就是淅沥吧？她可真会哭啊！你刚刚是笑了吗？你是在嘲笑我们都没你厉害，没你年轻吗？下贱的小杂种，进宫第1天竟然就敢如此傲慢无礼！来人，给我把这小贱人拉出去，往死里打！等一下，什么？哎呀，你的脸皮怎么这么结实啊？打得我的手好疼啊！我说那个憨憨怎么这么急着要回去？原来如此啊！嘿嘿嘿，我的宿主哟！来来来，学习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打架骂人的。这个女人可是叔叔千挑万选的哟，你好好看着，好好学着哟。哪里？等一下，咦，这个小姐姐是谁？从我身体穿过了，所以我是死了吗？奇怪，这些人都看不见我吗？这小姐姐谁啊？竟然敢打父王的妃子！哎呦，手好疼啊！你的脸怎么这么结实啊？
我的手好疼啊，要断了的疼。哼！我怎么了呀？姐姐，你怎么这么凶啊？我眼睛坏掉了吗？刚刚是谁打谁来着？他怎么哭成这样？不瞒你们说，我也觉得我眼睛错乱了。哦，有意思。你竟然说我凶，明明是你打的我好吗？可是你也让我的手疼了呀，我们扯平了呀。还可以这样说话吗？不过好像我那个便宜妈要气死了呢。你这个不要脸的下贱小蹄子，我要撕烂你的嘴，打断你的腿！这合适？打死你！王后，救命啊！王后，精彩！王后，救命啊！你们不要打了，打起来，打起来！你竟然还有脸向王后求救，看我不撕碎你这个小狐狸精的嘴！王后，您真的不管管他吗？这乖乖居然直接抱了王后的大腿！可恶，他竟然直接抱了王后的大腿！不过王后那个恶毒女人的心眼比针还小，又怎么会帮你？怕是等会儿就要下令处死你了吧？亲爱的王后啊，我知道你人美又善良。可以这么夸人吗？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竟然有丝丝不好意思。不过放手，即便你如此夸赞我，我也是不会。想让这个小心眼的女人给你做主，真是太蠢了。她可巴不得我们自相残杀，杀到后宫只剩下她一个人呢。这下她怕是死定了吧？定了吧？我知道，王后不忍心对她痛下杀手，可是，善良的王后啊，您才是后宫之主啊！若是您一直如此善良，那别说今日区区一个小妃子，敢在您的面前诛杀其他妃子，哼！以后是不是随便是谁都可以在您面前任意打杀，不把您放在眼里呢？他的嘴什么做的，竟然这么会说？是吗？原来我在你们心中是这么一个好欺负的。王后，王后，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无辜的呀。是啊，我们对您的忠心，天上的月亮和太阳都可以证明啊。这就翻盘了。哎呀，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的憨憨速度啊，你可得好好学习哦。学好了，学会了，学精了，然后好好的将憨憨国王死死抓住，多赚金币呀！亲爱的，我来了。麒麟妹妹，这次都怪我没有拉住你的手，害你掉入村中受苦了。喂，我也不小心掉过去啦。哥哥，你怎么不心疼我呢？妹妹也辛苦了，哥哥心疼。好敷衍哦！打！麒麟妹妹这是怎么了？他是傻掉了吗？那个麒麟妹妹，你怎么了？还是你想喝茶？我要找那个胖胖的女生，
我要反击他。你不会又想打死他吧？不打死，我刚刚学了个大招，我要试试。你们，犀利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呀？王后姐姐罚你思过3日，已经很仁慈了。难道你对王后姐姐的处置不满意吗？不满意的话，那就思过1个月吧。不，王后，原谅我。苏菲，你这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刻意进宫是为了谁。得罪了我，我会让你比他更惨。把巴掌印补红一点才行。消息传出去了吗？传了，陛下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好，知道了。陛下，臣妾不活了，咱们来生再见吧。葡萄真可爱。陛下，让我死吧！不活了，陛下，我不活了。这位姐姐经历这都喊了快3个小时了吧，声音竟然还是洪亮如初。哎呀，早知道就不让王后安排我住在她隔壁了，太恐怖了。陛下，你终于回来了。陛下，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这下手倒是有些狠，看来宝贝蛋蛋找的这位母妃不简单啊。陛下呀，臣妾总算见到你了呢。哼，陛下，刚刚臣妾差点被犀利姐姐打死了呢。我裂了！哎呀！当心！没事吧？幸好有陛下您，要不然……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有人受伤的样子都那么美？还有他怎么自带滤镜？绮丽妹妹，你慢点跑！不行啊，要再快点才可以。我太慢的话，我需要忘光了。那个绮丽妹妹，我记得。你记得什么？我记得先打3下，然后哭，大概10个嘤，责怪对方。你是怎么记住且总结出来的？那不是因为绮丽妹妹你刚刚边跑边嘴里念叨的都是这些吗？我就记下了。这样吗？那好，你赶紧跟我一起去。绮丽妹妹，我们赶紧去试试有没有用。好。我怎么感觉我被抛弃了？把门打开，本公主要进去。啊，你要干什么？哼，前面那么欺负我，现在来报仇了。你竟然敢打我！
好凶啊！啊，不会要还手吧？咦，不能动手！父亲说了，不能动手，要机智应对。公主打人了！公主要杀平民了！不对呀！救命啊！他这么喊，会把别人喊过来吗？大家会以为我是坏人吗？我怎么这么没用？麒麟妹妹，别怕，我在。王子公主要杀人了，没天理了！真不要脸！明明是你打我们在先，麒麟妹妹只是报仇而已，你却在这里满嘴胡言乱语。小心，我真的杀了你哦！对不起，两位公主，在农场的时候是我不对，请你们原谅。麒麟妹妹，这样你还满意吗？我好没用啊，连吓人，连反击都学不会，难怪只有我一直被人欺负。棒棒，丽丽喜欢花。哎呀，这个人可怎么出来了？麒麟妹妹，她怎么好像又不一样了？丽丽喜欢。哎，他在玩什么把戏？爸爸，丽丽也喜欢。那你们喜欢我，是不是可以不杀我了？爸爸，丽丽喜欢。你是不是成傻子了呀？没事吧，麒麟妹妹？你找死！没事没事，丽丽没事，你们不要讨厌丽丽。她额头都被打红了，竟然没有生气，还怕我们讨厌她。麒麟妹妹，放心放心，本小姐不会讨厌你的。闭嘴！我讨厌你！先跟我走。啊，哥哥，你要带他去哪里啊？他不对劲，我带他找国医。你带我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讨厌我啊！麒麟妹妹，你放心，有我在，没人会讨厌你的。真的吗？真的。哎，这丫头啊！你们欺负我可以，但是能不能不要这么讨厌我啊？你配吗？你配吗？是啊，我配吗？你让大家喜欢我吗？你让大家都不讨厌我吗？他这是怎么了？但丽丽喜欢，丽丽没事，不要讨厌丽丽。装什么可爱？再装也不及我1/10的可爱。恕叔叔直言，你自恋的有点过分。啊，我懂了。你懂？你怎么懂的？难道你也是穿越来的？什么？真相只有一个，她是麒麟妹妹的分身。倒是有点道理，其他人格再怎么闹，理论上说也算是分身吧。
分身。莉莉喜欢，不要讨厌莉莉。没错，哥哥，你仔细想想，这个软萌奇力和之前的暴躁奇力、残暴奇力，还有和之前的正常奇力，他们都是不一样的。这么说来，好像确实如此。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所以，奇力妹妹，你还有多少个分身？一起编出来了吧？总之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找一下卡莱恩叔叔。乔治王子，奇比亚皇妃说了，您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给背出来哦。这么多？是的呢。所以他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我长这么大都没人让我背过书，不然要背书，根本背不出来呀。让乔治给我背，挑那些骂人狠的句子背。下次再遇到那种场合，我要站出来和他吵，并且吵赢他。总之，奇比亚皇妃让你多背，您就都背下来吧。好吧。发生了什么？这次传送又是哪里出错了？竟然引发了大火！天哪！乔治王子，您的书！来人啊！来人啊！快救火！哎呀，我的书啊！快灭火！耶！让这火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莉莉喜欢，莉莉喜欢，不要讨厌莉莉。这位王子，你不要生气，奇力他只是被吓到了。据说卡米亚国的王子们脾气都不是很好，对奇力这个妹妹也从未关心过。若是在这个时候惹怒了这个王子，可就不好了。莉莉没有被吓，莉莉喜欢，不要讨厌莉莉。好可爱呀！糟糕了，他要生气了。听到没有？来人！糟糕，他果然暴怒了。奇力妹妹喜欢大火，你们都给我把火烧得更旺些。这个王子的脑子是不是也不太好？来人，把火烧旺一点。是。奇力妹妹，你看这火，你还满意吗？莉莉喜欢。陛下，可恶！10000年都过去了，你们2个人到底要在我房间里搂搂抱抱到什么时候？话说，陛下，你想说什么？怎么皱眉了？难道对我的美貌不满意？抱了这么久了，为何本王还是想不起来你是谁啊？什么？这个小贱人在陛下面前演了这么久的戏，他竟然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啊？可恶！这个家伙，他是傻子吗？这种智商，到底靠什么当上开国国王的？难道靠莽吗？陛下，不对，他肯定不会真的这么憨的，所以他是故意装傻，他在试探我们。她就是今天新来的妃子，来了第1天就打了臣妾的坏女人。陛下，您看臣妾的脸都快被她打烂了。是有点厉害。陛下，臣妾也有啊！您看臣妾的脸，臣妾的脸被打得更烂。是好严重，所以陛下要惩罚他了吗？所以你们扯平了呀？怎么？你们不愿意和解吗？臣妾愿意和解，为了陛下，臣妾做什么样的退步都是值得的。可恶，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会演？演也就算了，怎么身边还总飘着花瓣？陛下，不好了，乔治王子的宫殿着火了！啊！着火了，赶紧让人灭火！找本王做什么？真是个冷酷无情的臭男人！自己的儿子都快被烧死，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已经派人去灭火了，不过据说绮丽公主和西岐王子也在火海中。什么？陛下，你一定要救我们绮丽呀！哼，愚蠢的女人，她连王子都不在意，还会在意一个公主吗？啊！本王的宝贝蛋蛋，你坚强点，等父王来救你啊！他竟然那么在意那个孩子！这火是不是太大了一点？王子、公主，这里危险，我们赶紧离开。不嘛，大火，丽丽喜欢。对，区大火，本王子不怕。绮丽妹妹，这里不对劲啊！虽说这些侍卫宫女们惯着这个王子，陪他一起胡闹放火，但是之前一直都是安全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火竟然把我们给包围了。看来有人想害他们。乔治王子，请您务必跟我们走。绮丽妹妹，你们放开我！我要救绮丽妹妹。我们也赶紧走。小心，快躲开！绮丽妹妹。他刚才竟然救了我，我真是没用。尊贵的皇后，绮丽公主已经被我困在火海之中了，这下您放心了吧？哼，要亲眼看到她被烧死才行。火，好大的火，谁来救救我？啊！宝贝蛋蛋，宝贝蛋蛋，你没事吧？父王，是真的，父王，你来救我了吗？就像是神仙下凡一样的来救我了吗？父王，我爱你呀！宝贝蛋蛋说他爱我呢。爱你！天哪，宝贝蛋蛋这是在对我投怀送抱吗？天哪，天哪！糟了，那个人好像是陛下。王后，这可怎么办？陛下他冲进去了。哼，不着急，那么大的火，她那么小的一个小丫头，就算陛下进去了，也未必救得了她。尊敬的王后，您说的有道理。那么大的火，绮丽公主估计早就被烧成黑炭了。黑炭可不行，最好烧成灰烬。这么猛烈的火，就算陛下出手也……天哪！陛下把绮丽救出来了。哼，贱人，那是我女儿，你激动什么？我是她新后妈，我为什么不可以激动？那是我女儿！呸，是我女儿！绮丽妹妹，你没事吧？有人想捷足先登，必须抢到先机。绮丽是我的！王后，刚刚那两个妃子没看到我们吧？应该没有吧。陛下，您受伤了没有啊？陛下，您辛苦了，为了救绮丽公主，一定累坏了吧？哎，这个姐姐不是我梦里梦到的那个吵架小天才吗？你就是绮丽公主？哼哼，你们两个人终于见面啦！那个蠢女人竟然跑向了那个死丫头，
真是愚蠢，陛下才是最重要的，好吗？好了，这次我赢了，陛下是我的了。陛下，我的宝贝蛋蛋有没有受伤？这位姐姐认识我吗？怎么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像，实在是太像了。果然，本王的眼光十分厉害。宝贝蛋蛋喜欢这个新妃子，她似乎也喜欢蛋蛋。可恶，大爷，那个死女人竟然比我聪明。可是你再聪明又怎么样？陛下喜欢绮丽，那是因为她是我女儿。你再聪明，也是斗不过我的。不行，绮丽是我女儿，你不要伤害她。你白天打我就算了，现在绮丽刚刚被陛下从火海里救出来，还没恢复过来，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伤害她了吗？你还是女人吗？怎么这么残忍？哼，这个女人呐，真作哇！这位妃子，您可以先把绮丽妹妹放下来吗？你又是谁？我抱我的女儿和你有什么关系？陛下看过来了。我爱绮丽，她是我的命，我抱着她怎么了？您是绮丽妹妹的母妃？我在这个国家待了3年，守护了绮丽3年，竟然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母妃。您刚刚说您爱她？对呀，这天下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吗？所以我的母妃也是爱我的吗？请问您有多爱她呢？我爱她如爱我的生命一般。真是个好孩子，你这么问，陛下应该就听到我的内心了吧？他现在应该被我感动的爱死我了吧？既然您这般爱她，又何必3年都不见她？即便见了面，您这样用力抱她，就不怕伤害到她吗？还是说您其实根本不爱她？西岐王子，即便您是我们陛下的贵客，也没有道理管我和我女儿的私事吧？不行，我是不会再让她回到你身边的。疼啊！我把她弄疼了吗？放手不就对了？绮丽，我的宝贝。哎呦，我可怜的小宿主哟，现在一定吓坏了吧？小丫头，以后就让我做你的妈妈吧。小丫头，以后就让我做你的妈妈吧。不过，做我的女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傻丫头，除了说哎，还能说点其他的吗？你呀，记住了，以后若是被欺负，不管他是谁，要勇敢点反抗。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保护你。以后啊，我就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在，你就不能受半点委屈。这样好吗？嘘，不好吗？会不会得罪人，遭到报复啊？这个呀，不用怕。陛下呀，
陛下呀，若是有人欺负绮丽小公主，你会为我们做主的吧？虽然觉得这个女人莫名不靠谱，但是又莫名其妙的很喜欢她，觉得在她身边很安心，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是很喜欢。陛下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吧？不要，好痒！你这个小丫头，脏死了！本王的女儿哪里脏了？痒啦！那个女人骂了宝贝蛋蛋，她竟然没有生气啊！哇！哎呀，倒是忘了，这个臭男人还在这里呢。陛下，臭男人，这下该被我迷倒了吧？宝贝蛋蛋，宝贝，蛋蛋，这什么鬼昵称啊？陛下，真的要叫这么难听的昵称吗？哎，蛋蛋，原来蛋蛋不是我，而是绮丽小公主啊！莫名的有些庆幸呢，不知道为什么。父王，你真棒！蛋蛋夸本王了，那是，你父王是全天下最棒的父王。父王，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个姐姐啊？我好喜欢她，你好棒！啊？原来蛋蛋夸的不是我呀。父王，我悄悄告诉你哦，这个姐姐我见过。她第一次进宫，你是什么时候见过她的？告诉你，反正就是见过。陛下，原来以为绮丽喜欢他，只是一个意外，但是他们之前竟然见过，所以这一切其实是这个女人安排的吗？我懂啦。呀，宿主等什么啦？垃圾木头，你还好意思出现？哦，我懂啦。呀，宿主等什么啦？垃圾木头，你还好意思出现？我前面被那个胖胖女孩欺负，后面被那个大火差点烧死。这些时间你都在哪里？呀！
是不是你已经开始物色别的宿主了，所以不在意我的生死？那个，天地良心啊，叔叔没有。最好没有。是不是灵魂过于不稳定的原因影响了他的心性？他现在好凶残呐，叔叔嘤嘤。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我是不是有病？你为什么这么问？他是发现了什么吗？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有的时候我不像是我，我也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去做一些事。但是吧，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做的好酷，酷的我好喜欢，但是又不像是我。这丫头越来越精了，怎么忽悠好呢？那个，你先不要想那么多。你知道你是来做任务的吗？是要攻略你的父王的吗？这么久了，你都没有给本系统赚到多少金币，还一天天的惹是生非，你还好意思瞎数数的乱想？有道理。攻略不了父王，挣不了金币，惹是生非。还好把他忽悠住了。那本系统就不打扰你了，你争取今天获取你父王的一些好感，赚他1亿的小金币。好。可是父王明明已经很爱我了，还要怎么获得他的欢心啊？我家宝贝蛋蛋比较爱自言自语。这么漂亮的妃子，这么帅的国王，花好月圆的。哎呀，我好困啊，我睡着了。哎呀，我睡着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应该在床底。嘿嘿，宝贝蛋蛋，绮丽公主。哎呀，放开我！喂，你是不是傻？我辛辛苦苦钻床底给你制造机会，你捞我干什么？本王的宝贝蛋蛋呐，你睡错地方了呀！本王的蛋蛋怎么能睡床底呀？父王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没想到这个看着像渣男的臭男人，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这个憨憨，他是不是傻？那么个大美女在他身边，他的心思竟然全在我身上，怎么回事嘛？不会，非得要我撞墙晕倒吧？不行，太恐怖了！宝贝蛋蛋，什么恐怖？难道是？说，你刚刚做了什么？为何本王的蛋蛋如此怕你？陛下，这个臭男人是个傻子吧？臣妾什么也没做呀。那宝贝蛋蛋，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害怕呀？
这样的憨憨，我真的能攻略成功吗？父王，您说话就说话，不要把苏菲姐姐随便扔了。先没你的事了，回去吧。陛下，啊，宝贝蛋蛋，你好可爱啊！先没你的事了，回去吧。陛下，陛下。唉，这憨憨，这么美的大美女，他竟然要赶走她。齐力喜欢苏菲姐姐，让她和我们一起睡觉觉，好不好呀？可以。哎呦，怎么忽然掉下来这么多金币？折腾这么久，终于睡着了。那个，糟糕，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等会不会真的要申请吧？宝贝蛋蛋睡着了，是不是该赶他走了？可恶，怎么没声了？入宫第一天就得到了陛下的恩泽，以后可不要骑在我的头上！可恶，那个贱女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得赶紧想个办法赶她走才是。要不装病？妈妈，这个小丫头她实在是不想离开她呀。这个臭国王怎么就这么不识趣，还不走？好烦他呀！这个女人怎么还不走？难道要我亲自把她扔出去吗？咦，本王也要牵牵手。不要，臭粑粑。陛下，门外什么声音？臣妾害怕。本王也吓了一跳，吓死我了。你也吓了一跳？你骗鬼吗？陛下，您不用害怕，臣妾保护你。那你出去看看吧，外面是不是有鬼？本王害怕。陛下，您是认真的吗？妈妈，罢了，还是本王出去看看吧，你陪他。陛下，您快去快回啊！臣妾怕怕。有点眼力劲儿，去了就别回来了。哦，我的天，可别再回来了，真吓人！我才18，才不愿意伺候你这个老男人呢！哼哼，我还没走远呢，居然骂我老男人呢！哼！你出来，本王要问你事情。宿主，你是在呼唤本系统吗？哇哦！自从绮丽公主出生后，您就再也没有呼唤过我呢。牛牛好激动哦！
说起来有些不可置信，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理论上说，穿越这事儿在我们那个世界挺常见的，但是一般来说，有资格穿越的一般都是一些帅哥美女之类的，年纪吧，大概都在10几20来岁。这是哪儿啊？而我当时都45岁了。原本我只是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却忽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我的女儿发生了意外，急需抢救。没想到的是，我在跑去见她的时候，也发生了意外。原本我只是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却忽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我的女儿发生了意外，急需抢救。没想到的是，我在跑去见她的时候，也发生了意外。丽丽！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变成了一个小婴儿。也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系统。宿主，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系统喽。现在给你颁发终极任务，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并且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儿奴。没错呢，您没听错，您的任务就是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呢。我第一次参加工作，请您多多指教哦。喂，这叫个屁啊！我还是个宝宝啊，竟然让我生公主！再说我是男的，我怎么生啊？是啊，当时我才刚出生，这个新上任的系统就直接给我颁发了终极任务，吓了我一跳。宿主，您在想什么呢？不是您喊我出来的吗？怎么不说话呀？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个系统不靠谱。啊？宝宝真棒，都会走路了。宿主啊，您都1岁了，现在可以去生公主了吗？那个时候的我，别说年纪才只有1岁，刚会走路。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我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第7个孩子，是一对平民夫妇最小的儿子而已。你咋了？怎么又生气喽？年纪这么小就生气，会长鱼尾纹的。知道我年纪小，你还催我生公主？只是没想到，后来我真的成了国王。只是成为王的代价过于残酷。妈妈，哥哥。那个人杀了我的全家。
在这个世界里，我也有了至亲的人，却没想到，这个荒诞的国王，竟然为了一己私欲，就杀害了我的家人。啊！为了报仇，我花了3年时间，终于杀死了这个国的王。自此之后，我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国王，然后这个不靠谱的系统就天天拿着喇叭追着我跑，喊我生公主。生公主，快生公主！吃什么早饭？快去生公主！跑什么步？快去生公主！看什么书？快去生公主！累惨。为什么叫快去生公主？就这样，我被迫有了7个王子。做国王好累啊！就这样，我被迫有了7个王子。做国王好累啊！你怎么每次宠幸都选择跳过模式？你看你不亲自临幸这些妃子，你是生不出公主的，只能生王子。你这只小系统根本不懂，我对他们没兴趣，没法亲自临幸啊。她们这么美，你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别瞎说，你不懂。还好最后有了起立，要不然这个系统不知道要烦我多久。真是奇怪，喊我出来又不说话。算了算了，我还是走吧。不过麒麟长得还真是可爱啊，本王倒是一点没后悔生他。只是不知我前世的女儿，她到底怎么样了？系统，说起来，本王也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是否告诉我，21世纪我的女儿，她到底是生是死？现在是否长成大人了？这垃圾系统！苏菲妹妹，之前一直是我不对，这杯酒算是我对你赔的不是。来。犀利姐姐，您真是客气了。哼，主动过来给我道歉，给我倒酒，只怕这杯是毒酒吧。你们在喝茶吗？菲菲姐姐，我口渴了，您这杯水我喝了。啊，麒麟，母妃，你也在这里呀？好讨厌他，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绮丽，母妃难道没有教过你吗？别人的东西不要随便乱吃。这个女人难道还是有良心的？不愿意让绮丽喝下这杯毒酒。对呀，你就是没有教过我。从我出生到现在，你见我的次数，我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你还好意思说你教过我？绮丽妹妹果然还是很在意这些啊！臭丫头！淅沥姐姐，您这是做什么？我就要喝，就不听你的。臭丫头，不识好人心。罢了，你爱喝就喝吧，喝死了拉倒。苏菲小妈，绮丽最喜欢你啦！刚好死了，我就说苏菲下毒害我的宝贝女儿。到时候我再去陛下面前多哭哭，亲自再给陛下生个女儿，也不是什么难事。绮丽，这个不是茶，是酒。小朋友是不能喝酒的哟。不喝酒就不喝酒嘛，戳人家干什么？飞，干什么？既然绮丽不能喝，那您喝了吧。哎呀！绮丽小公主，你在做什么？我就和女朋友是个贫，你手里怎么端了一杯毒酒啊？你知道这是毒酒吗？我知道啊，刚刚猜出来的。你知道你害怕这酒？嘿嘿，反正他也不会喝。气气他嘛！你知道你害怕这酒？嘿嘿，反正他也不会喝，气气他嘛！我的宿主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腹黑了？刚刚跑过来的时候，这杯酒是他递给苏菲的。假如酒里有毒的话，那他一定是想毒死苏菲。可是刚刚我要喝这杯酒的时候，他又阻止了我。难道他内心还是关心我的吗？母妃，您喝呀。可是他要是真的在意我、关心我，又怎么会想要毒死我身边的人呢？又怎么会一直嫌弃我呢？母后，您怎么不喝呀？那母后，绮丽妹妹，不着急啊，卡兰叔叔，不要着急，先看看。可是，怎么感觉卡兰叔叔有点不一样了？试着相信他一下。临时系统任务，临时系统任务。发神经什么玩意儿啊！为了防止其他宿主过快完成任务，请宿主1月内不允许帮任何人出头。别敲了，吵死人啊！我这么懒的人，你什么时候见我帮人出头了？除了我的宝贝蛋蛋，等等，
你说其他宿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里还有其他穿越而来的人吗？牛牛不知道啊，牛牛也不理解这个任务要干啥。但是宿主务必要完成哦，要不然您21世纪的女儿……知道了。喂，你这个疯女人，你在做什么呀？啊！走开！这是我和我女儿之间的事情，与你这个外人没有关系。你这个没良心的臭丫头，竟然想毒死你的母妃！哼，真是可笑。你之前把这个毒酒给我苏菲姐姐喝，甚至我要喝的时候，你都没反应。怎么？轮到你自己要喝了，你就恼羞成怒了？你的命是命，我和苏菲姐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太恐怖了，这个丫头太恐怖了！哎呀，这个姑奶奶又来了！我拿几个小锤锤，时机不对我就锤！这孩子看着有些奇怪啊。算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他的孩子，就算再奇怪，我也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他的。说话啊！我又没有把你变成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啦？可恶！这几年陛下都不怎么临幸我了，要不然等我生下新的孩子，我一定要弄死这个臭丫头！啊！再不说话，我要打你喽！绮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在教训坏人啊！有什么不对吗？坏人？苏菲，你这个贱人！我什么都没做呢，你骂我做什么？这个小贱人不过才和你待了几天而已，他竟然都开始打骂他的母亲了。难道不是你教他的吗？小贱人！卡莱恩叔叔，一个母亲真的能这么喊自己的女儿吗？啊！卡莱恩叔叔，他的眼神好恐怖。只是既然这样生气，他为什么不去帮绮丽妹妹呢？啊！卡莱恩叔叔，他的眼神好恐怖。只是既然这样生气，他为什么不去帮绮丽妹妹呢？你刚刚喊绮丽什么？哼！她可是你的女儿，即便不是她亲生的，她也当了名义上的母亲，当了3年啊！是啊，正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是我肚子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所以我怎么骂她，怎么打她，怎么称呼她都可以，旁人管不着。是吗？是的，谁让她是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妈妈吗？哎呀，宿主心碎了。绮丽，绮丽，你没事吧？乖乖，这一巴掌看着好疼，好用力啊！
谁竟然在王宫里打堂堂国王的妃子？怎么？你不该打吗？陛下！难道刚刚是国王打的我吗？不可能的！陛下从来没有打过妃子，不可能的！陛下，刚刚有人不知死活的打我！我去，这女人变脸速度好快！齐丽的小姨呀，您的变脸速度也不差呀。刚好趁这个机会用安魂曲安抚一下宿主，顺便压制一下凶巴巴的那位。小宿主哟，这次帮你免费哦。不过等会儿你赚的小金币都要归我哟，嘿嘿嘿。陛下，你可要帮我把那人找出来，打死哦！罢了罢了，这种蠢女人，我当初为什么会觉得她会是我的对手？哦，抓住他，还要打死他，你也配？陛下，滚！以后不要再让本王见到你。印象里的卡莱恩一直都是不怎么正经模样。第一次见到卡莱恩说出这么严肃的样子。陛下，他这么生气是为了起立吗？为什么感觉心跳快快的，感觉脸烫烫的。不，陛下，您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本王说了，让你滚，你是听不懂。宿主，您刚刚为了绮丽小公主已经出手，那又怎样？您违背系统指令是会受到惩罚的，一次惩罚就会很严重的。所以你不可以再出手了，连续2次出手，您的小命会离你而去的。什么声音？这个感觉很奇怪，难道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特殊存在？差不多快苏醒了。算了，刚刚应该是我想多了。这个小垃圾世界，除了你和我，还会有什么其他存在的？不可能的。总之，你醒了之后，记得好好给我赚钱哟。不可能的。总之，你醒了之后，记得好好给我赚钱哟。听到没有？喂，丢命！丢命！你还想对这个美丽的妃子下手吗？会丢命？这么严重？魔法消散了。消散了。果然，陛下是舍不得真的对我怎么样。原以为他会直接把他狠狠打一顿，然后扔出去呢。
现在看来，他还是喜欢他的。好吧，我不打他了，等会儿只安安静静的把他送出王宫，可以吗？我想想啊，糟糕！怎么了？宿主，不好了，您的女儿，您21世纪的宝贝女儿，他怎么了？父王，她的生命体征接近0了。父王，陛下，卡莱恩叔叔，怎么会？我的宝贝女儿啊，怎么会？宿主，你怎么了呀？父王，怎么回事？这个憨憨国王怎么忽然晕倒啦？竟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刚刚也没人跟他对打，奇怪。父王，你醒醒他怎么了？不知道啊。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踩着我父王帅气的脸。刚刚是有什么声音吗？算了，不管什么声音也没有宿主重要。宿主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完蛋了。绮丽公主，先不要哭，我们赶紧找医师过来，给陛下检查一下身体才对。苏菲姐姐，相信我好吗？你父王不会有事的。真好，好希望她就是我妈妈啊！母爱指数上升了200。啊，算了，虽然母爱指数不能赚金币，但是会让宿主你开心。小宿主哟，你开心就行，我就先离开一下。血统9999，学习成绩好，业绩高，升级快，又长得美。我得找他问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憨憨到底是怎么了。糟糕，陛下忽然昏倒，会不会和我有关系？不可能吧，是他打我，我又没打他。不行，不能不防。先发制人！来人啊！救命啊！妃子苏菲欺骗利用我女儿绮丽，给冰娇下毒，陛下发现后气到吐血昏迷了。什么？来人啊！来人啊！这个人他怎么可以这样？糟糕，他抢先一步告状，这下有理也说不清了。请问，我父王他怎么样了？小公主啊，你的父王没事儿，只需要多休息休息就可以了。真的吗？
真的？你跟我出来一趟。是。你的父王没事儿，只需要多休息休息就可以了。真的吗？真的。你跟我出来一趟。是。说吧，他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死掉？回禀王后，陛下伤得很严重，若是不及时救治，怕是会有生命危险。这么严重，竟然真的会死？那你有查出来原因吗？王后饶命，臣没有查出来，只是好像是陛下体内忽然冒出一股力量，将他伤害到了。体内的力量？难道真的如淅沥所说，是被气的？父王，真的有生命危险？这么严重吗？还敢出来送死！来人，给我把绮丽公主抓起来！是。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我？王后，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小丫头伤了他的父王，难道我不应该严惩她吗？陛下还在里面躺着呢，您就要在他面前把他最心爱的女儿处置了，您就不怕陛下醒来怪罪您吗？来人，把妃子苏菲一起抓起来！王后，您怎么敢？根据妃子淅沥的证词，就是你们两个害得陛下受伤昏迷。我替陛下处置你们，有什么不可以的？陛下，这个时候我杀了你有好感的女人和你最爱的女儿，您会怪我吗？哼，怪我又如何？反正是淅沥和我告的状，要是冤枉了谁，陛下您记得找淅沥算账去。放开我！你这个大坏人！王后，您这样做就不怕陛下醒来怪罪您吗？若不是将你们处置了，我才觉得对不起陛下呢。王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您是不是想着处死了我们，即便陛下醒了过来，你也可以甩锅给妃子淅沥？王后，你也太天真了。即便锅最后都是淅沥的，您觉得陛下就真的不会怪罪您？还有，陛下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听说也是国王呢。不知道您杀了他好友最心爱的女儿，他会不会对您下手呢？来客，那个家伙智商高得很，倒是有些难对付。罢了，把妃子苏菲就地处死。什么？公主绮丽带回她自己的寝宫，陛下没有醒来之前，总算保住了绮丽的性命。出来。不用扯，我自己可以走。不用走，就地斩杀。他还真是怕人和他争宠啊，竟然这般等不及了。不行，我不许你死！绮丽，不要这样，乖乖的和宫女回你自己的寝宫。不，我不要！死丫头，给脸不要脸，动手！是，王后。绮丽，不要看！看谁敢动手，我把你们都杀了！绮丽，怎么？你也要杀苏菲吗？杀了你！真的，你们要相信我，那个妃子苏菲绝对是个妖孽，一直魅惑陛下，这才伤了陛下。发生了什么？好像是陛下寝宫那边传来的声音。一定是陛下出事了，是那个苏菲搞的鬼。这不行，必须杀死苏菲！对，杀死苏菲！苏菲，你这个贱女人，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活！绮丽，是我呀！哼，管你是谁，想要害我和苏菲的，都必须死！绮丽小公主，这是在做什么？天哪，绮丽，你这是在做什么？看样子是我的好女儿爆发了，
见人就想杀了吧？果然是个妖孽，得早点让他死掉才行。他在干什么？王后，您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还不是被你的好女儿给伤的！什么？绮丽竟然这样对你？王后，她一定是被苏菲蛊惑的。她原先可是个好孩子啊！装什么装？呸！想不到绮丽公主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残暴。看样子，比起杀死苏菲，小公主绮丽更应该被赐死。是啊，王后，请您下旨赐死公主绮丽。不要啊！绮丽是无辜的，一定都是苏菲那个贱人教的。请王后下旨处死妃子苏菲，处死公主绮丽。不要啊！绮丽是无辜的，一定都是苏菲那个贱人教的。请王后下旨处死妃子苏菲，处死公主绮丽。这处死他们不难，但是万一莱克那家伙找我麻烦，不要啊，王后！真好，这样这两个贱人就可以一起死掉了。处死我！你们配吗？先搞死你们！王后快跑！绮丽公主怎么有这么强大的魔法？小丫头，这魔法天赋倒是比你父王强不少。谁？没事吧？您就是莱克陛下吗？看样子你应该就是那个很会打架的新妃子。很会打架。父王，先不要聊天了，看着绮丽妹妹，她好像不对劲儿啊。可恶！我要把你们都杀！真是个暴躁的小丫头，和她父王倒是一点也不像。先冷静一下，小姑娘。你是谁？我好讨厌你！我要杀了你！小丫头，你说的这些我可记在心里了。等你父王醒了，我找他要精神损失哦。父王，你能正经一点吗？对不起，你的绮丽妹妹看起来太可爱了，忍不住逗了一下。莱克王上，您作为我们陛下最好的朋友，还请您帮我们处理掉绮丽公主。处理掉？是的，请莱克王上帮我们处死绮丽公主。他会同意吗？会吧，看样子也没有生气。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处死绮丽妹妹？呸！你这个臭叔叔，快放开我！我要杀掉他们！莱克王上，请您不要伤害绮丽公主，她是无辜的。她是无辜的，那谁是有辜的呢？他是一定要处理掉一个吗？我有辜。假如一定要死一个的话，就让我死吧。姐姐，对不起，我还没有找到你，我就要死了。对不起。那个憨憨倒是找了一个不错的妃子。是的，莱克王上，都是这个苏菲的错，都是她教坏了我的绮丽，她死有余辜。哦，那你是哪位？我是妃子淅沥。是绮丽的母亲。没想到莱克国王长得这样好看，他一直盯着我，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哦，既然您是绮丽小公主的母亲，那她现在处于暴走的状态。她走近了，她还在看着我，可是我已经是陛下的人了，怪我过分美丽。不如您进去和您的宝贝女儿好好沟通一下，安抚一下她。什么？进去？放开我！我是个小怪物贱人！你敢过来，我就杀
被这个小怪物弄死的吧？莱克陛下，求求你！妃子，您这是什么话？怎么就会要您的命呢？总之，求陛下您放过我吧。那您是他的母亲，您不去安抚他，还有谁可以呢？喂喂，父王，你能不能快点救绮丽妹妹啊？他可以，绮丽就是被他带坏的。让他进去，让他死。啊，那你愿意进去安抚绮丽吗？绮丽真的可以安抚下来吗？她会不会受到伤害？放心，我不会让她受伤的。那我愿意。好，我这就将你放进去。不过你要注意哦，他刚刚可是要杀你的。谁进来都是死！这小丫头到底跟谁学的？绮丽，不要怕，苏菲姐姐会永远保护你的。苏菲姐姐，苏菲姐姐，你没死啊？这小丫头说的什么话？没死，我就放心了。哦，原来你之前一直都是在担心我，真是个傻孩子。好机会。这小丫头。父王，绮丽妹妹怎么了？好机会。这小丫头。父王，绮丽妹妹怎么了？1个、2个、3个、7个吗？好像有点多的样子。父王，您在说什么？我刚刚就是数了数，看到了几个你的绮丽妹妹。什么？没数错的话，总共有7个。这孩子遭受过什么，竟然分裂这么多个自己？哎呀呀，还是把那个憨憨治好，然后让他自己头疼吧。你，莱克王上，带我去找你们国王，我赶紧给他疗伤。那他们呢？就这么放过他们了吗？怎么，你还真想杀了他们？不，还是先救我们陛下吧。等你们国王醒了，爱杀谁杀谁。莱克王上，西奇王子，这边请。可恶，又让这个小贱人逃过一劫。不行，我要去看看。你们都退下吧，不要影响我给你们憨憨国王疗伤。儿子，你和他们去角落里待一下。为什么要去角落啊？因为父王想让你和你的绮丽妹妹单独相处嘛。父王，您在胡说什么鬼话？懂的人都懂。这个国王他靠谱吗？对了，尊贵的女士，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什么？
怎么突然好困啊？好了，等会儿绮丽公主就会苏醒，你记得多和她聊聊天哦。父王。好了，碍事的人都被隔开了，所以牛牛，出来吧。哎呀，还是被他发现了。说，发生了什么？都怪你，什么都和这个腹黑来客说。牛牛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你了。好吧，我说。果然，他在。可惜，这个什么系统，只有卡莱恩才能看到他，其他人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这么多年，也只能通过写字的方式沟通。要不是当年他告诉我，他有个系统一直催他生女儿，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种东西。写好了。这么快就写好了？啊！所以，卡莱恩是为了救绮丽小公主，破坏了系统法则，导致他另外一个世界的女儿受到伤害。所以他着急上火，急到吐血昏迷。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牛牛，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绮丽小公主就是卡莱恩另外一个世界的女儿呢？这是哪里呀？绮丽妹妹，你醒了。呢？但是这里是哪里呀？咦，苏菲姐姐！苏菲姐姐！苏菲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她没事，只是昏睡了过去而已。苏菲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她没事，只是昏睡了过去而已。昏睡？她好好的，怎么会昏睡过去？就是他这个样子好凶啊！你说啊，他好好的，怎么就昏睡过去了？看样子，他真的很担心他，很喜欢他。不用担心，我父王怕他受伤，所以用魔法让他昏睡一下下。不出意外的话，最多1个小时就能苏醒。真的吗？真的。那好，我就在这里等你醒哦。绮丽妹妹，你很喜欢他吗？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喜欢他喜欢到我有的时候都希望她是我妈妈，那该多好。她是啊，她的那个母亲。小贱人，小贱人！绮丽，除了苏菲，我父王，我母后，我妹妹，我们都会对你好的。
所以你不要难过了。你父王，你母后，你妹妹，还有我父王，你们都喜欢我，齐里不孤单。啊，宝宝！哎呀呀！那个憨憨不是昏迷了吗？怎么忽然给了齐力这么多宠爱？嘿呀！要不是因为你看不到我，也听不到我说话，我都想打你。一个小世界里，怎么能容忍得下2个穿越者？好像生气了。难道我的逻辑有问题？对呀，问题可大了！你个笨蛋！本妞妞是个文明的女孩子，要不然我就要骂你了。那行吧，不管怎么样，先让这家伙醒过来才是正经事情。你呀，既然来到了我们的世界，又何必心心念念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呢？喂，他心里不念着他现代社会的女儿，又怎么会乖乖做系统布置的任务？对了，刚好趁现在扔个加重疼痛的道具，免得你不长记性，下次还要违抗系统任务。闻了一下味道，蓝色海水味道是短期失忆道具，红色辣椒味道是疼痛加深道具。可千万不能倒错了，要不然后果很严重。苏菲姐姐，这样真的能出去吗？当然了。要不然还是等我父王放我们出去吧。父王不是把他弄晕了吗？他怎么醒得这么快，还这么有精力，还能带着绮丽妹妹一起这么有精力？那怎么行？鬼知道你那个不怜香惜玉的父王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放我们出去？来，绮丽公主，我们一起。说起来，我还没打过洞呢。苏菲姐姐，你看我这样凿对吗？不对不对，你要用巧劲儿，不要死用力气。那我再试试。对不起啊，我没学过这个，第一次受伤。没事没事，多凿几次就会了。我会学好打洞的。绮丽妹妹，你是小公主，不必学打洞的。没事没事，多凿几次就会了。我会学好打洞的。绮丽妹妹，你是小公主，不必学打洞的。什么声音？算了算了，不要管，先滴药。父王！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他的脸怎么湿了？哎，你怎么出来的？拿锤头，一点点的把墙角给凿开的。凿开的？这么生猛啊！
我的。起初我还不太会，后来苏菲姐姐耐心教了我，然后我就非常棒的和他们一起成功把墙凿出洞洞来啦。他这一脸得意的表情，是要我夸他？那绮丽小公主，你可真棒棒啊！好开心啊，感觉好像第一次被人夸呢。又来！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忽然掉下来这么多金币？不过，算了，先擦擦脸吧。这么可爱的小公主，脏兮兮的就不可爱了。那等会儿苏菲姐姐从里面出来了，我也给她擦擦。哦，还有西奇哥哥，我也给他擦。哎，西奇也跟着他们一起凿墙了吗？罢了，难得见这小丫头这么开心，胡闹就胡闹吧。发生了什么？哎呀，父王，你醒啦！父王！父王，本王何时有了这么大个女儿？宿主，你醒了啊！牛牛，我身上的这个女孩是谁？糟糕，失忆药水起作用了，这可怎么办？他要是后面恢复记忆，知道我害他不认识自己宝贝女儿，会不会打我呀？牛牛，你怎么不说话？那个，你自己的女儿你不记得吗？你和你的后妃们一共生了7个儿子，1个女儿啊！她就是你唯一的女儿吗？哦，想起来了。失忆药水这么快就失效了吗？这些孩子都是自动生下的，说是我的骨肉，其实我并未临幸过他们的母妃。那个，原来他并没有恢复记忆啊！看来短期失忆药水只能忘记部分事件，还不是因为你每次宠幸后妃都选了跳过模式。牛牛不管，反正他们就是你的崽。知道了。发财了，发财了！没想到我的憨憨宿主竟然做起任务来这么快。警告！警告！宿主正在失宠，扣除金币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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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绮丽怎么忽然失宠了？这事不对劲，我得去看看他。再这样损失金币下去，宿主大概会死吧。这不挺好的吗？国王醒过来了，宿主抱着他亲爱的父王，这么一幅美好的画面，怎么就失宠了呢？父王，父王，你怎么不说话？这孩子抱我抱的也太紧了吧，我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想来之前应该是不怎么喜欢他的吧。
这个女儿奴怎么好像不太一样了？卡莱恩，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莱克，咱们俩兄弟多久没见了呀？我想死你了！小公主，哎，力气这么大，看样子她恢复的应该很不错吧？绮丽，这孩子，你怎么哭了？绮丽妹妹，绮丽妹妹，你怎么哭了？是啊，我怎么了？怎么就哭了？没事吧？发生了什么？其实和莱克叔叔说。没事。刚刚应该是父王太久没和莱克叔叔见面了，所以才太激动推开的我吧。还有我，谁让你受委屈了，我帮你打他。你啊，就知道打。父王，绮丽妹妹还在这儿呢。啊，我家儿子长大了，知道要在女孩面前要面子了。喂，父王，你在瞎说什么？绮丽妹妹，你笑了啊，笑起来真好看。你们好搞笑啊！所以，我刚刚是怎么了嘛？为什么会哭啊？他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因为父王对莱克叔叔好就哭呢？难道宿主，不是我说你啊，你刚刚怎么能推绮丽小公主呢？说。说什么？该不是发现我给他下药了吧？那个叫绮丽的小丫头，是不是我哪个后妃和莱克生下的小孩？你在瞎说什么？看来他什么都没发现，吓死牛牛了。总觉得怪怪的，这里真的没有其他系统吗？没错，就是这个地方。好奇怪，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或者看不到的东西。怎么感觉身后凉飕飕的？是杀气吗？好了，既然你也醒了，绮丽也没事了，那我和西奇也该回去了。父王，我还想……刚刚收到消息，此刻卡米亚国王宫外面有他国的人想要趁你卡莱恩叔叔生病夺取他的王位，你得和你父王一起帮你卡莱恩叔叔解决这个麻烦。什么？嘘，小声点，你也不想让绮丽失去她的母国吧？我知道了，那父王，我们快走吧。绮丽妹妹，我会保护你和你父王的。这么快就要走了吗？我还没好好和你叙旧呢。有点事情。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好吧。好奇怪，就是感觉父王变得怪怪的。不过他之前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可能还没恢复好吧。父王，莱克叔叔走了没关系呀，绮丽会好好陪你的。哇，宿主，你在干什么呀？我和这个小丫头又不熟，她朝我撒娇，我觉得怪怪的。宿主，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什么吗？像什么？是不是因为2种药水同时服用的后果啊？他怎么感觉连性格都变了？这可怎么办呀？不必哭得这么猛烈。就是这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牛鬼蛇神。你在干什么？宿主，你没发现吗？你的父王很不对劲儿。
叔叔也发现了吗？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啊！我怀疑有邪恶系统正在感染你的父王。哎，还有邪恶系统？不对，难道你是说这个世界里除了你还有其他系统？也不对，所以你是说父王现在正在被伤害中？没错。我和我女朋友讨论了很久，只有这种可能。有祸害！所以我必须让那个邪恶系统现形，把他抓回去给老师处理。怎么总觉得有一股重重的杀气？呀，现形吧！没错吧？那个莽夫现在重伤不醒。没错，情报上是这么说的。你们家情报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管他什么原因，反正那货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现在不一起把他给搞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消息万一是假的呢？那家伙加上莱克，他们2个人的魔法实力有多恐怖，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呢？你们都来这里了，现在又准备灰溜溜的回去吗？是啊，反正老子不回去。是啊，来都来了。既然如此，我们便一起灭了卡米亚国吧。啊？哦？就凭你们，是没被我和那个憨憨教训够吗？父王，这么多外人呢，给凯伦叔叔一点面子啊！喊他喊憨憨喊习惯了，所以你们是忘记当年卡莱恩与我是怎么虐你们的吗？需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吗？当初是哪些人被打得趴在地上都起不来呢？原来曾经凯莱恩叔叔和父王那么帅气吗？我这就退兵。等等，不能退。你是想被我打死吗？当初要不是你们被吊打的过于厉害，你以为我会颁布众国王1年不许使用超过3次魔法吗？是，你和卡莱恩一起是强大无比，可那又怎么样？现在卡莱恩不出现，只让你一个人出来应对我们，不就说明他真的受伤爬不起来了吗？是啊，不好！假如他们这些人一定要强攻的话，父王他一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啊！这样说来，大家齐心协力，说不定真的能灭了卡米亚国呢。可是个屁啊！趁他病要他命，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有道理。杀！趁现在只有莱克一个人，我们一起干掉他！冲啊！一起灭掉卡米亚国和康威加纳！父王，这怎么办啊？琪琪，回去。假如父王出了什么意外，你要保护好你的母后和妹妹。父王，他把他儿子送走了，说明我们的猜测没错。冲啊！卡莱恩，你这个憨憨，我若是今日死在这里了，你记得喊本王一声爸爸呀。反正老子想做你爸爸不是1天2天了。谁打我？妞妞，怎么了？有人打我，但是我看不到是谁。妞妞是个系统，
没有人能看到他。那么究竟是什么打的他？喂，你打到他了吗？奇怪，明明我感觉打到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你感觉错了啊？不可能，这个世界里一定有其他系统在干扰我们的任务。我锤！对方的攻击力这么强吗？这间屋子里，除了这个小丫头，便没有别人。莫非那个殴打牛牛的特殊存在是她？若是她的话，为了我现实世界的女儿，我必须杀了她。哎呀，你干嘛？你干嘛呀？我想杀了那个小女孩，若她是什么？你有没有人性？她这么漂亮、可爱、美丽的一个小女娃娃，你竟然要杀她！她这是失忆还是智商不在线啊？这脑回路是怎么回事啊？气死牛牛了！哦，你反对的话，那我暂时不对她动手了。哟，刚才是我的错觉嘛？怎么感觉刚刚这个憨憨想对我家宿主不利呢？喂，你身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存在？他在蛊惑你干坏事？杀气更大了，好可怕！那个，我想起来我家的牛肉还没煮熟，我先回去了，再见。再不跑，我怕就要被不明物体给打死。不行，这1-2个月我都不要出现好了，等风头过了再说。虽然只是系统，但是牛牛系统还会吃牛肉吗？奇怪的感觉消失了。会不会是你刚刚太大力，把他打死了呢？倒也不是没有道理。难道真的被我的铁锤锤死了？算了，不管怎么样，那个特殊存在现在消失了，那么这个世界对你的威胁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你要好好做任务，讨你父王喜欢，多赚金币，让我贪污哟。果然，你还是那个让我讨厌的叔叔。终于出来了，挖了这么久，终于挖出一个可以让我爬出来的洞洞了。苏菲姐姐，哎，你个小崽子，你和那个小王子爬出去了也不说帮帮我，快帮我一下，我好像卡住了。啊，我来把你拔出来。是谁？本王的房间里何时还多了这么一个女人？难道刚刚的特殊存在是这个女人？快说，你是谁？要不然本王杀了你！父王，您在说什么啊？她是苏菲姐姐啊！苏菲姐姐？对呀，苏菲姐姐，奇丽可喜欢她了。本王是失忆了吗？本王何时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陛下，您这是什么表情和眼神啊？大胆！身为本王的女儿，为何不喊本王父王？父王他是在和我们说冷笑话吗？陛下，可是我是您的妃子啊！这家伙在玩什么鬼把戏？即使我们没有圆房，他也休想占我辈分上的便宜。妃子啊，哈哈哈，莫非本王真的失忆了？爸，萨菲斯，父王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憨啊！
算了，现在牛牛不在，等晚些时候，我得好好问问他。陛下，您醒了，担心坏了臣妾了。哼！你这个坏女人，你还敢过来？是啊，也不怕陛下一巴掌拍死你吗？不对，怎么没人把我从洞里拽出去啊？被这个恶毒女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很没面子呀！淅沥，咱们的孩子刚刚去世，你身子还没恢复，怎么就过来了？什么情况？他现在变得好温柔。陛下，什么情况？离儿的离去，本王也很难过，你就不要太伤心了。离儿，那倒霉孩子都死了4年，陛下怎么忽然提起了他？父王，离儿是谁啊？离儿是本王的第8个王子，他才2岁，早上刚刚去世。怎么，你不知道吗？看你的样子，你应该比离儿大一些吧？身为姐姐，竟然如此不关心弟弟吗？我不知道离儿是谁呀。离儿？难道陛下失忆了？记忆回到了4年前离王子去世那日。怎么？本王的离儿，你们这么不在意吗？看样子陛下是真的失忆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呀！陛下，离儿是中毒死掉的。不必难过，本王会查出凶手的。父王怎么了啊？他怎么对他这么温柔？现在你的父王可不喜欢你了，看你还敢不敢和我作对。乖乖，宿主现在的模样好让叔叔心疼啊。宿主呀，不要难过了呀，这个攻略对象不靠谱，要不然我们重启一下，换个攻略对象。我看那个叫莱克的国王很不错，要不然我们重启程序攻略他。我就要他！我认定了他，他就是我爸爸。我不要换人，别的人我不喜欢。傻丫头。现实世界里遇到不负责的爸爸妈妈不能换，那是没得选。在这异世界，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降低我的等级，帮你找个更容易的攻略对象。你又何必？你不懂，我就要他，就要他做我爸爸。好，救他，救他！可是按照目前这个爸爸对你的喜爱程度，我可怜的小宿主哟，你怕是活不过3个月了啊。那这样吧，3个月内，只要宿主你能重新赢得这个憨憨对你的喜爱，叔叔就不给你换爸爸了，怎么样？不用3个月，既然父王曾经是爱我的，那么即便失忆了，他也会一样爱我的。父王，您现在记不起我没关系的，慢慢的你就会想起我的。好可爱。看样子，陛下即便是失忆了，还是爱着绮丽的。获得攻略对象喜爱值+1，奖励1个金币。看样子有戏，你的父王还是爱你的。陛下，不行，不能给他们父女温情时刻太久，要不然他一定还是会站在小贱人身边去的。其实都是因为他们两个，是他们给离儿下的毒。什么？竟然是你们！发生了什么？怎么好感度掉得这么离谱？公主，对不住了。父王，您真的要把我关起来吗？这样呢，应该比刚刚更可爱一点吧？算算时间，
宿主的疼痛加倍的药效要发作了，也不知道2种药混合之后，他的疼痛系数有没有变化。父王，这未免也太可爱了吧！获得攻略对象喜爱值+1，奖励1个金币。这一扣就是几千金币，奖励却只有1个，我的小宿主又如命危矣。放心吧，我会一点点重新捡起父王对我的喜爱的。我刚刚那么可爱，他一定舍不得关我了的。关起来！这不科学！谁让你害死了本王的离儿？陛下，出事了！发生了什么？陛下怎么和那个贱人抱得那么紧？苏菲趴在地上干什么？他们是在做什么很羞耻的事情吗？那个小丫头失宠了吗？怎么戴着手铐啊？不过话说那个手铐未免也太大了吧？她的小手随时可以自由抽回来呀。不对，情况紧急，不是瞎想的时候啊！发生了什么？可恶，他一来，陛下就疏远了我。可恶，当初我的离儿也是被他害死的。陛下，有10来个小国正在攻打我们的边境，莱克国王为了帮我们守护住国土，已经受了重伤了。莱克，不行，本王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本王要去救他。好快的速度！你们敢伤他，本王要你们都去死！啊，憨憨，你这个傻瓜，怎么办？这个疯子竟然没事！我们要不要现在跪下求饶？受死吧你们！好热呀！这是平地摔吗？要不然我们还是趁机干掉他吧。好想笑，你要忍住吗？怎么回事？我现在为何浑身疼痛难忍，好像被刀子割着一般？就是现在，冲啊！杀死这个莽夫！我看谁敢伤害我的父王！趁我还没有生气，你们赶紧利索的走开！是起立，不过他现在这个状态不对，得赶紧安抚下来，要不然伤害到自己。他那么喜欢这个女儿，怕是会心痛到死掉吧？哈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原来是个小屁孩儿！闭嘴！说话的样子真是不礼貌。这么厉害！滚不滚？要不我们……怕什么？不过是3、4岁的小娃娃，有什么好怕的？是啊，我们一起上，直接把他杀掉就完事儿了嘛。对，冲啊，杀他！不可以，卡莱恩威特，快想办法救你女儿，我的魔法还没恢复。喂，他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动不动？以前他不是最在意这个女儿的吗？不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看一个小女孩挡在我的面前。你们有什么冲我来！还不快滚！滚！往这就滚！这小丫头下手还真狠啊！她这么厉害啊！这就是刚刚她一点也不担心的原因吗？你父王，刚刚我好厉害啊！父王开心坏了吧？你到底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魔法？父王，您在说什么？卡莱恩，你在做什么？莱克，你不要看她看起来只是个小女孩，我怀疑她。你怀疑什么？她是你的女儿，刚刚还救了我，你要怀疑她什么？莱克，你不明白，我的八王子死了，谢丽说，就是他下的手。八王子，那孩子不是都去世好几年了吗？总之，这个女孩，她不对劲。喂，不对劲的是你吧？
好可爱。哼，休想迷惑本王！快说，你到底是谁？哎呀，这个憨货！喂，你干什么？你这是在家暴吗？你竟然在我面前虐待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让开！我现在十分确定，她会影响我现实里的女儿。影响你大爷啊！可恶，不信治不了你了。这个是烂脸的，这个是烂手的，这个加速衰老的，这个是加重神经疼痛的，还有这个。糟糕，身体快要撑不住了。他们静止有一段时间了，想来应该是牛牛出现了。那我且先回去疗伤了。牛牛虽然不靠谱，但是有他在，绮丽肯定不会有事的。让你对这么可爱的小妹妹这么凶！喂，你！呀！父王，你怎么了呀？不用担心，小妹妹，这些药水都是短时药水，最多3小时的药效。烂脚了！父王，你怎么了呀？糟糕，不能让他碰到那些药水。怪我撒的太多，一时间吸收不完了。蹭，赶快搞干！救命啊！父王变异了！所以烂脸烂手的药都被我给磨走了吗？我好惨哦！不行，我要回家养伤了。你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滚开！可恶，差点被他给迷惑了。他小年纪，魔法水平那么高，心肠那么坏，我竟然还联系了他，真是搞笑。你，我怎么会这么心疼这个小女孩？西莉明明说她是坏人呢。没事，莉莉不疼。父王，你有没有事呀？她忽然变老了好多啊，是不是刚刚被那群坏蛋打坏了啊？本王，傻孩子，不疼吗？到底还是忍不住啊，要心疼他呀。哎，父王，他这是想起我了吗？总算想起我了。阿雷，他哭成这样，忽然有一种老父亲的心痛感觉，是怎么回事啊？父王，你刚刚的样子吓坏莉莉了。等等，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轻轻一动弹，感觉骨头都碎了？等等，这是谁的手？怎么老成这样？我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呀？父王，绮丽妹妹怎么样了？哎，父王，你烧掉她做什么？儿臣也想看。你想看什么？当然是看绮丽妹妹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小兔崽子，
你父王受了这么重的伤，也不见你有多关心我。那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是父王没有绮丽妹妹可爱吗？父王，你变了，你变坏了。不跟父王玩了。啊，父王，西奇哥哥怎么啦？他脸怎么那么红？是生病了吗？没事没事。啊，那个绮丽妹妹还有她的父王还好吗？你卡莱恩叔叔失忆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那他失忆了，真的就不记得绮丽妹妹了吗？前段时间他还在一时间就苍老了几十岁，不过好在几个小时后他便恢复了。不过这事儿总觉得有些奇怪，有空还是得再查查。既然变老了能恢复，为什么失忆就恢复不过来了呀？估计还要一段时间吧。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和西奇说，你们的卡莱恩叔叔把绮丽关进监狱了，已经3天了，还是没有把她给放出来。什么？那父王，你快好起来，我们一起把绮丽妹妹给救出来呀！或者我和西奇哥哥一起去监狱。无碍，这事儿我们不必参与。她现在对绮丽有多不好，日后恢复记忆了，便会有多愧疚。这么多年，她一直咋咋呼呼，也不长大，也不稳重。刚好趁这件事情长点心也好。真是好奇，等你恢复了记忆，你该怎么面对绮丽？等你明白了自己对绮丽的心，你又该如何面对绮丽和你那个世界的女儿呢？喂，有没有人啊？父王到底怎么了？有没有人和我说一下？求求我没关系呀，至少让我知道他现在怎么了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喏，这个可是我珍藏多年的板栗，给你吃。哼，不想吃，我担心父王。那82年的可乐呢？还有 KFC 最新的炸鸡套餐。我不饿，你自己吃吧。宿主，你有没有发现，自从那个憨货失忆以后，你都变得不像你了？我变得不像我了吗？是啊，你说你以前又憨又傻，又抠门霸道还凶，除了会坑你可爱英俊帅气完美的小系统，一无是处。你在说什么？我哪里又憨又傻又抠门霸道还凶了？是咬找打，明明都是你一直在坑我金币。好凶，看样子是恢复一点了。哼，看你还污不污蔑我？救命！早知道就不安抚他了，还是让他哭死算了。叔叔后悔了。绮丽妹妹，绮丽妹妹，绮丽妹妹，乔治哥哥，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啊，就求了母妃，然后就来看你了。乔治哥哥，你果然很棒，有哥哥真好，心里暖暖的。不过，你自己能走出来？那你为什么还不逃走？乔治哥哥，我就算能直接从里面走出来，也不代表我能逃过门外的守卫回去啊。阿鼠笑了，应该没事了，就是叔叔牺牲太大了。说的也是哈，果然我还是没有绮丽妹妹聪明。但是你为什么一直遮着脸呀？你是生病了吗？不要看！你脸怎么了？快让我看看！不要看了，绮丽妹妹。这小丫头力气还挺大呀，竟然把一个男娃的衣服当场撕碎。谁？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冻死叔叔了！是不是王后？还是你的母妃？还是我的那个坏母妃？是谁？算了，不管了，反正一定是他们中的谁。我这就去帮你打回来。
麒麟妹妹，你别生气啊！我这顿打没白，莫非打完我就放我过来看你了的？你都是为了我吗？没白的，划算的。真是个傻哥哥。哎呀，宿主生命体征恢复正常了，这个憨憨王子厉害啊！我刚刚花了那么大力气，也只让他恢复一点点，他却直接让他正常了，厉害呀！那我给你上药吧。麒麟妹妹真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妹妹了。这样不行。虽说陛下失忆了，但是这个小贱人这么能魅惑男人，和他亲生母亲一样，都是不要脸下贱的狐狸精。不行，必须要除掉他，要不然一旦再让陛下和他接触，他必定会夺回陛下的怜悯的。可恶！迅速衰老的药粉就时效3小时，而我的脸却烂了整整3天，我真惨。不过我该怎么让宿主恢复记忆呢？真是急死我了！再不让他恢复记忆，他怕是真的要把绮丽小公主给杀死了。那样的话，他在这个世界就没法生存了。毕竟他能在这个世界做任务，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做绮丽小公主的女儿奴啊。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根本不知道该咋整啊！牛牛真是太难了。陛下，求您放过绮丽吧。哎呦！什么东西撞我？妆没化吧？可别影响我楚楚可怜的模样。要不然那个憨憨要是不心疼我，不答应我放了绮丽可怎么办啊？奇怪，这个女人是谁来着？她竟然能撞到本系统？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的人不是应该看不到我，也碰不到我的吗？谁在说话？啊，他什么来头？怎么能听到我说话？没人啊。大白天的，也不会有鬼吧？陛下，你再不放了绮丽，臣妾都要神经不正常了呀！真是个奇怪的女人。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啊！我真的撞见鬼了！陛下救命啊！虽然特别，但是脑子有点不好使。陛下，何事啊？陛下，臣妾来看你啊。本王不是说了吗？本王近几日身体不适，不要来打扰本王。可是，臣妾没了陛下陪伴，也没有绮丽小可爱的陪伴，臣妾怕嘛。连这3日都如此骚扰本王。为的却不是本王，只是那个小丫头。臣妾今天想陛下和绮丽，想的都幻听了呢。好，本王知道了。哎呀！但是本王不想放人，所以你还是少费心思吧。陛下，只能使出大招了。陛下呀，您不能这么狠心呐！陛下呀，您这样做实在是太伤臣妾的心了。陛下，难道你不想再听听绮丽小可爱喊你一声父王吗？陛下，您怎么昏过去了呀？父王，莉莉要抱抱。陛下，你没事吧？没。这股奇怪的亲昵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脑海里的这个女人又是谁？陛下，你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晕倒呢？可恶！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但是好像陛下确实是被我弄晕的。绮丽呢？绮丽，他居然主动骑他了，把她带来见本王。陛下，您是要处死他吗？不会吧，不会吧，这个狗男人真的有这么绝情吗？本王想抱抱他。什么抱抱？本王的意思是想掂量掂量他到底是多坏的小东西。啊，虽然听不懂，但是好像是很厉害的意思的吧？不行。啊，陛下，本王亲自去看他。亲自去看他，是要亲自要了他的小命吗？他到底是想起来了，还是没想起来？是想放了绮丽，还是想伤害他呀？不行，我不放心，我得跟着看看去。等等，等个屁！你算什么东西？你让我等等，我就要等你啊！神经病！我知道你进宫是为了那个女人，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便告诉你她在哪里。你，他是怎么知道的？不对，难道他还活着？本王刚刚担心了他一路，他却在这过得这么开心。这个是恢复记忆的巨大锤，对付那个憨憨的药水应该够用了。这个是恢复记忆的大锤，从性价比上来算最划算，就收小丫头1万个金币吧。哎，怎么感觉附近有人？是谁？乔治哥哥，原来你这么幽默啊！哪有？是绮丽妹妹太可爱了。啊，那个是父王的衣服吗？父王，父王，你来看丽丽了呀！哎，父王，你监狱关不住你吗？父王，你想起丽丽了呀？本王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哎，对，让你渣男，让你渣男，锤死你！哎，哪来的风啊？我也不管了，给出锤！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担心陛下伤害绮丽。陛下，这会飞的牛，会飞的老鼠，在锤陛下！哎呀妈呀，我撞鬼了吧？啊，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叔叔，你轻点。轻点不行，这货都已经把你给忘了。我得让他长长记性。是不是下手太重了？宝贝，总算恢复记忆了。父王，亲亲。既然敢对本王的蛋蛋动手，那就把命留下吧。哎，发生了什么？说，是谁派你过来的？是妃子淅沥，都是她的主意，求陛下饶命啊！就这么容不下我吗？我的母亲。蛋蛋，你对她可还有母女之情？什么意思啊？尽管说实话好了，你若对她有一丝母女情谊了，本王便原谅了她。若是没有呢？若是没有，本王便不留她的性命。父王，那还是留她一命吧。我毕竟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好，那本王便留住那女人一命。
父王，儿臣多想让您像看绮丽妹妹那样看儿臣一眼啊！陛下，臣妾冤枉啊！哼，凶手自己招认了，就是你指使的，你还好意思喊冤枉？再造，一定是再造！陛下，一定是那个小贱人和他一起策划的。都这个时候了，他还这样吗？我说你要不要脸？之前陛下失忆，你造谣说是我和绮丽害死你儿子的。那个时候陛下脑子不好使，被你骗了也就算了。现在陛下恢复记忆了，你以为他还会憨憨的被你骗吗？咱们陛下又不是傻子，要被你一直骗。够了，直接送监狱吧。陛下，确定只送监狱吗？妃子犀利的罪过，完全应该直接处死啊！王后，你怎么可以如此落井下石？明明之前是你害死……想不到王后还挺帅。本王的温柔王后变了，不温柔了吗？一定是他。陛下看我做什么？难道忽然发现了我的美貌？本王的温柔王后被他带坏了。呀，有奸情！哼，放肆！陛下在这里，你莫要胡言乱语，要不然有你好看的。陛下，臣妾有罪，求您快让臣妾进监狱吧。拉下去吧。不对劲，有猫腻。莫非王后才是幕后黑手？哇，宋主，你真的要处置你的妃子吗？嗯？啊！鬼又来了呀！吓死牛牛了，这个女人好奇怪啊。无论如何，本王不能再容忍这个女人伤害本王的宝贝蛋蛋了。说起这个，失忆这段时间伤害我的宝贝小公主最深的是你这个渣男吧？这样吗？他母妃做的那些，他看起来倒是没有很伤心。倒是你，让他哭了好几次哦，比起来你更坏吧？知道了，本王会好好补偿他的，哪怕用尽余生。父王，宝贝蛋儿，本王爱你如爱生命。王后，陛下真的不准备把犀利给放出来了吗？怎么，你想进去陪他？王后您说笑了，谁愿意陪他呀？是啊，只是没想到犀利曾经那么得宠，现在竟然也进了监狱，要在监狱度过余生。活该！陛下心太软，他应该杀了他才是。王后饶命啊！放心，你们只要一直听话，本王后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谢王后。不过，虽然犀利下了监狱，但是难保他不会乱说话，万一向陛下说了些什么。是啊，不可不防啊！如果被陛下知道了是我们故意陷害绮丽，那大意了。是呢，据说妃子苏菲也一直在陛下身边争宠，是不是有所图谋？这样说来，这两个人当真是祸害。你们两个有空去监狱看看犀利，和他说说陛下的情况。看他。父
王，您什么时候批好作业呀？公主，陛下正忙着呢，您先不要打扰他。没事，我晚上熬夜批吧。现在啊，陪本王的小公主玩才是最重要的。陛下，您又要熬夜啊，小心身体被掏空啊！那父王，要不然您先写作业，丽丽还可以再玩一会儿的。不行，本王要陪蛋蛋玩。哎呀，小宿主厉害呀！最近金币多的数数都数不过来了呢。数数这么多钱钱，要不要多找几个女朋友呢？哎呀，父王看丽丽写的好不好呀？好看。父王，我给你摘了个花环。好看吗？这么好看？不对，这么好看。说完这个故事，宝贝蛋蛋就睡觉，好不好？哎呀，有钱叔叔的生活真是枯燥且无聊呀。宿主啊，这日子可是越来越有盼头啦。是啊，父王对我很好，苏菲姐姐对我也好，但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啊？缺啥？我想去看看他。他？谁啊？复现任务这么快就要开启了吗？不行，我得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好好的当我的妈妈。啊，虽说复现开启钱更多，但是你见到那个他的惨状，怕是心都要碎了吧？算了算了，该来的总会来的，就让宿主遭罪，我赚黑钱吧。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看看你，有些话想对你说。看我？难道不是笑话我吗？我可听说了，你很得宠呢，我的绮丽公主。我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也是你亲生的呀，你要是不喜欢我，何必生我呢？我也好想要妈妈的关爱啊！问我日子过得有多惨吗？你放心，小贱人，我日子过得再惨，也比你的亲生母亲要好。我的亲生母亲，原来她这么不喜欢我，是因为她不是我的妈妈啊！我在说什么呢？绮丽啊，我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只要你肯去求你父王放了我，我会爱你一辈子的。不，你才不会爱我呢！既然你不是我的母亲，那你告诉我，我的母亲她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存在？你过来，母妃告诉你。不过，丽丽呀，母妃告诉你了，你也替母妃向你父王求求情啊！母妃是爱你的。快说，要不然我让父王现在就杀了你。行吧，真是个冷血的小孩。毕竟我也养了你3年。你去找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就在……知道了，拜拜。你这个坏女人，就在牢里度过你的下半生吧。丽丽，母妃是真的爱你的。这颗糖你拿去吃，母妃记得你爱吃糖的。假如糖是甜的，那便是母妃对你的爱啊。
糖我收下了，情我是不会求的。再见，恶毒的女人。麒麟，无论如何，你若是还有一丝情意，一定要向陛下求个情了。看我心情吧。不过你这个恶毒女人，我是不会同情你的。哼，真是个恶毒的小贱人。母妃这般爱你，便祝愿你和你的亲生母亲一起死无葬身之地吧。麒麟妹妹，乔治哥哥，你笑得好开心啊，是有什么好事吗？我要找到我妈妈了。哎呀，这糖看着好好吃的样子，我可以吃吗？哎呀，你怎么就吃了？那个恶毒女人给的，会不会有毒啊？不可以吃吗？可是麒麟妹妹的糖很好吃。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要不然我们去找医师吧。算了，还是给你灌粪水吧，这样快很准。粪水？那个麒麟妹妹，我莫非找我有事？我先回去了。那个粪水，你喜欢的话自己喝吧。谁？是我，你别怕，我就是有点担心你。哎呀，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这是什么呀，麒麟妹妹？怎么味道怪怪的？粪水啊，新鲜的，你赶紧喝下去，然后把白天吃的糖吐出来。麒麟妹妹，我可以拒绝吗？不可以呀，拒绝的话，我就用魔法喂你喝。父王，母妃，救命啊！哎，你别跑啊！没想到这个人格竟然也有这么可爱的地方。看样子这个憨娃娃倒是真的走进我的傻宿主心里去了。你不要跑！今天这粪水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麒麟妹妹，就算你让我现在为你跳油锅、下火海，我都愿意。但是吃屎实在是不行啊！乔治哥哥呀，人家只是想要你喝一点点水水而已呀。粪水也算水吗？哥哥做不到啊！不识好歹，杀了你！糟糕，尽头了，那你还是杀了我吧。杀你之前，先给你灌这个。好臭！你看你自己都吐了，你还让我喝，你还是我亲妹吗？大半夜的，为何如此吵闹？父王，给我喝！父王，我幸好一滴也没泼在我身上。谁干的？父王！哎呀，父王，你怎么啦？好臭臭！第三人格消失了。这个黑化反社会的人格也会害怕逃走啊，还不是因为太臭了。不过，好臭啊！我还是快跑吧，影响我食欲。父王，你没事吧？父王，麒麟妹妹不是故意的，您千万不要生气，不要责罚她呀。父王，莉莉不是故意的。完了，父王真的要生气了，怎么办父王，你不会真的要责罚我吧？怎么会呢？本王的宝贝蛋蛋开心就好。父王，
要不然您还是惩罚我吧，好重。那不行，本王可舍不得。真好啊，父王对麒麟妹妹真好。要是能对我这样，父王代，我承受不起。趁父王没想起我刚刚撞了他，没惩罚我之前，我还是赶紧跑了吧。哎，父王，你有没有发现少了谁啊？谁？少了谁？没少谁啊，本王和蛋蛋不是都在吗？父王，你真的一点也没觉察到乔治哥哥在难过吗？算了，父王，我们现在太臭了，快去洗干净啦。好。哎呀，你们是谁啊？怎么这么臭？是我呀。你们是要粪坑里去了吗？没有。我和父王一起掉下去的，扑通扑通扑通的。真的吗？没想到您是这样的，陛下。忽然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他了呢。他这个表情是真的信了吗？快帮我们洗洗干净。哎，你离我远点！爸爸，你好臭啊！我不要，走开呀！看样子，蛋蛋真的很喜欢这个苏菲啊。陛下，你也别光看戏啊！有空您可以管管你的小宝贝啊！你，陛下！哎呀呀，这个不是我这个小孩该看的。看样子我的爱心小箭箭发射成功了。哼，蛋蛋是本王的女儿，为何不能？闭嘴！现在我说了算。可恶！怎么一听到这个家伙的声音，就会想起刚刚？哎呀，苏菲姐姐，你脸好红呀！红吗？呐，像个红苹果一样，丽丽想咬一口的那样红。他们想吃苹果。快让我闻闻。咻咻。女儿，真是这世上最奇妙的物种。我感觉我的心都快要化了。可恶，洗干净了，感觉自己又开始喜欢他了。还臭吗？本王的蛋蛋真可爱。不臭不臭不臭啦！哎呀，怎么了？父王胡子扎到我美艳的小脸蛋了，哈哈哈！嗨，这孩子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呢。你，亲上去，亲上去！陛下，您这是做什么？给本王刮胡子。嗨，没有亲亲，差评。好了，陛下。试试。扎吗？不扎。我去看起立了。小姑娘家的，睡姿这么难看。苏菲姐姐，一起睡睡。好。这妃子有点碍眼，害得本王都没法和蛋蛋一起单独睡觉了。唉。哎呀，忘了，有个问题得问父王。喂，父王。喂，宝贝蛋蛋，我为什么要醒过来？现在根本睡不着啊！你们醒了？蛋蛋，
起立。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样？说起来，真的是这附近吗？那个憨憨问他什么都不知道，问了半天就告诉我在这附近。可是这里这么大，怎么找嘛？在那里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那个名义上的母亲，不管是抱着什么坏心思，但是能让我来这，肯定是有缘由的。父王，您准备怎么处置淅沥呀？淅沥，这么直接喊他名字了吗？丽丽，你真的希望父王将他处死吗？那父王是准备怎么处置他呢？本王打算再过几日将他扔出王宫，自生自灭。早点扔出去，不要浪费监狱的粮食。谢谢。唉，到底是个心软的家伙啊！我可爱的小宿主啊，你说那个憨憨心软，你又何尝不是呢？哎，算了算了，新的副本打开了，就不要再说心软不心软的事情了。救命！嘿嘿嘿，小宿主哟，一路顺风哟。陛下，都找遍了，实在是找不到绮丽小公主啊！怎么会呢？绮丽那么小，除了王宫还会去哪里呢？再找？不行，本王和你们一起去找。虽说绮丽丢了，我也很着急，但是看她这样着急的模样，我竟然有些欣慰。报告陛下！又怎么了？绮丽找到了？不是，是乔治小王子他好像中毒了，而且好像中的毒厉害，医师说可能挺不过今日了。你们接着去找绮丽，苏菲，你看着他们，别让他们遗漏任何一个地方。好，姐姐啊，你真是找了一个好男人。哎呀，好疼呀！啊，这里好黑啊！有没有人啊？哎，好像有人！哎，吓死我了！哦，原来是个小姐姐。小姐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是我叫绮丽，是这里的小公主呢。天哪，她好瘦啊！不过我和她说话，她好像都听不见呢。奇怪，我也是怪有智商、怪聪明的，怎么看到了她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只想和她好好的亲近呢？哎呀，手手凉凉！乔治，父王，对不起，父王，我起不来了。唉，傻孩子，你生病了，父皇来看你是应该的，你没有必要为此道歉。父王，啊，怎么哭了？是不是太疼了？不是，那是儿臣第一次见到父王这么温柔的对儿臣。乔治，你少说些话，本王这就用魔法给你治疗。父王，
不用浪费您的魔法了。医师说了，儿臣是回天乏术了。胡说！本王说不准你有事，你便不会有事。父王，儿臣想……说，你想要什么？哪怕是刀山火海，父王也帮你弄到。儿臣想要再看一眼绮丽妹妹。儿臣自出生起，从没有遇到什么温，可是绮丽妹妹，是她一点点的温暖了儿臣的心，让儿臣觉得生而为人好幸福。来人，无论是天上地下，给我找，给我把绮丽找出来。是。哦，你确定？陛下也去？是的，陛下看起来非常担心乔治王子。这样啊，没想到我那不成器的儿子，竟然还有一点用处。来，给我打扮的美丽一些，我们等会儿去见陛下。哦，不对，是将我打扮的美美的，咱们去见见我那倒霉儿子最后一眼。哼，想当初，西丽不就是靠着死了个王子，得到陛下的垂怜才有了绮丽？如今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生个公主才是。对了，你不是说绮丽失踪了吗？是的，绮丽公主失踪1日了，陛下找遍了整个王宫也没有找到她。哼，死掉才好，这样就给我生的小公主疼位置。怎么回事？这么久了，为什么绮丽还是没有找到？父王，不要生气。看来我是没有缘分再看绮丽妹妹最后一眼了。胡说！有本王的魔法给你支撑，你再熬个100年都没有问题。父王，乔治！儿臣忽然觉得自己好幸福呀。乔治，陛下，乔治王子已经去了。乔治，我可怜的孩子啊！哎呀，不对呀！NPC 乔治理论上是能苟到99岁的。哎，这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不行，我有点担心我那个憨憨宿主，我得去看看他。滚吧！陛下已经将你赶出王宫了。不，陛下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哼，快滚！要不然就凭你刚刚辱骂陛下，我就可以将你就地处决。好了，陛下有意留他一命，你又何必要和他多说废话？也是，我们回去吧。陛下，你可真是狠心，不念旧情啊！既然如此，就让那个女人，让她死掉吧。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陛下，您就算是到死，也不会知道，那晚与你共度春宵的不是我。不过没关系，那个女人勾引了你，臣妾啊，臣妾亲手挖了她的眼睛，不仅挖了她那勾引人的眼睛，臣妾还让她聋，让她哑，竟然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小贱人。不过啊，陛下，那个女人您从来不知道，不记得。以后您也不需要知道她，就让她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吧。
你当真以为这些事情没人知道吗？淅沥，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淅沥，你作恶多端，陛下仁慈留你一命，我可没有那么仁慈。王后，您不可以杀我！这些年，臣妾也为了你做了不少事，您不可以这样啊！记得让他死得痛苦一点。是。不要！淅沥，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小姐姐，你撑住，我这就帮你把石头搬开。可恶，为什么推不动？小姐姐，你坚持住啊！你是让我不要管你了吗？你是要我自己逃命吗？不行，我就要救你，哪怕用我的命。淅沥妹妹，啊，淅沥妹妹怎么啦？不知道，就是好像遇到困难了。小家伙竟然在淅沥身上设下了定位，看样子这个儿媳妇是板上钉钉了呀。去吧，西岐。哎，父王娘哥哥去哪儿啊？去找你可爱的淅沥妹妹。父王，我还没准备好。男孩子要准备什么？给我好好对淅沥。哇，父王好粗暴啊！放心，父王不会对你这样的。不过，你可不能随便喜欢上坏小子，以后你要在父王身边一辈子哟。正常人谁会喜欢坏小子？快点快点，憨憨宿主遇到危险了！这是什么啊？是那个小王子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出场了吧。毕竟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解释 NPC 乔治去世的事情。走路。女人，你放心，这么一点小石块可难不到我。无碍，就算你耳朵不好使，但是听我的就行。喂，你谁？淅沥妹妹，好久不见，我好想你啊！你这个臭小子，臭流氓，你放开我！陛下，臣妾的孩子死了。陛下，臣妾好心痛啊！陛下是被我的美貌惊艳到了吗？你儿子死了，你说你伤心、难过、心痛。是啊，是啊，臣妾好难过。来人，将他拉出去，关起来。本王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为什么？当初淅沥的儿子不在了，您对他可不是这样的。滚！为什么？陛下，臣妾就这么遭你嫌弃吗？陛下！宿主，出事了！你的 NPC 儿子乔治的生命值为0了。你知道了？妞妞，你不是说本王的这几个儿子至少能活到50岁的吗？是啊，尤其是这个乔治，人又笨又没本事的，原本活个70、80岁也没有问题的。不过，你是难过了吗？宿主，他只是一个 NPC 而已，你大可不必难过的。不，他不是 NPC， 他是本王的儿子。不是啊，你们那个的情节都是自动跳过的。
这孩子只是 NPC 而已啦。妞妞，以前除了绮丽，我也只把这些孩子当做 NPC。但是，当这个孩子对我说，他第一次见我对他温柔，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时，本王才发现，这些年我一直都错了。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救我21世纪女儿存在的虚幻而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本王就是他们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父亲啊！宿主，你哭了？是我不对，这些孩子从巴掌大小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正眼瞧过他们。对渴望父爱的他们来说，我真是可恶、可恨、残忍至极。这咋整？哭成这样，妞妞要怎么安抚吗？不行，我要去找宝贝蛋蛋。我已经失去了乔治，不能再失去他了。父王，啊，蛋蛋，坏丫头，你跑哪儿去了？父王，您这是怎么了？没事，父王就是很开心，能看到蛋蛋，很开心。不过，喂，你这个小孩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拉女孩子的手，知道吗？怎么感觉卡莱恩叔叔好像变了？对了，她是谁？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姐姐，是我在一个洞里发现的，刚刚发生了爆炸，幸好西奇哥哥救了我们。哦，洞？为什么觉得这个女人如此面熟？哎呀，这个不是那个他吗？奇怪，这些年一直找不到他，害得我不敢和宿主说实话。他到底藏到哪里去了？还有，他怎么变成了这样？那蛋蛋，你告诉父王，你一声不吭的去那个洞做什么？去找母妃啊！那个坏女人告诉我，我的母妃就在那里，可是根本没有呢。母妃？乔治王子睡着了吗？啊，乔治哥哥！绮丽。哎，怎么不喊我蛋蛋了？罢了，你去见你乔治哥哥最后一眼吧。最后一眼？怎么会？不就才1天不见，他怎么就……难道那个糖真的有毒？我去找他算账，他怎么可以真的下毒？他怎么可以？绮丽妹妹，等等我！绮丽，宿主，你先不要管绮丽小公主了。您看看您面前这个又瞎又聋又哑又刚刚摔断了腿的女人，这个女人为何如此熟悉？姐姐，大坏人犀利，你给我出来！啊，奇怪，人呢？果然你会来这里，真是个惹人厌的臭丫头呢。你怎么在这？犀利呢？犀利纵然有万般不是，也是你的母亲啊。胡说，她才不是我的母妃呢！呸呸呸！谁管这些？反正王后让我在这里了结了你，你就安心上路就是了。去，杀了他！是。这是大意了，我不该独自一个人来这里的。绮丽小公主得罪了。哎呀呀！垃圾系统，不，最可爱的小老鼠系统，你快出来救我小命啊！小宿主呀，不是我不救你哟，你最近赚的金币有些少，不适合我出手哟。不过好像有人来了，300金币，3秒后就有一群人来救你，成交不？成交！OK， 请宿主敬请期待。啊，我是不是又被坑了？糟糕，我躲不开了。二王子，算
是我二哥。麒麟妹妹，你别怕，我们保护你。你们是？我们是你的哥哥们呀，麒麟妹妹。哥哥们？是啊，我除了乔治哥哥，还有6个哥哥呢。只是我从来没和他们见过，他们为什么要来帮我啊？乔婷，你在做什么？母妃，乔治哥哥死掉了。那个蠢货死掉就死掉呗，谁在意他？我在意，我们也在意，他是我们的好大哥。你们冲呀！放开我们！麒麟妹妹，快跑！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快跑啊！快坚持不住了！可恶，别想跑！母妃，母妃，不要再帮王后做坏事了。你懂什么？一群蠢货，快去把那个臭丫头追上杀掉！母妃，乔治哥哥已经不在了，你可否想过，有天或许也会失去我？腿还疼吗？这些年，你到底遭受了什么？怎么落得这副下场？算了，你也听不到我说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年，为了找到你，我有多心痛。姐姐，你是在告诉我，你也很思念我吗？去。总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么多年，我白联系犀利了。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那个女人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你记起那个过的女人。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个我不是这些年一直没找到她吗？就没敢和你说实话。那个，我想起来，我还有个年终总结没有写，我先撤了啊。唉，这个系统未免也太不靠谱了。不过，原来她才是绮丽的生母啊！这么多年，倒是亏待她了。姐姐，你坚持住，我这就还是来救你。他也一起杀了吧。是。滚远点儿！姐姐，可笑！这是这是什么？老虎？不是老虎，是系统啦。系统？那是什么？谁？好奇怪，怎么感觉又有一个看不见的家伙出现了？现在应该没有人追上来了吧？麒麟妹妹，是你，有你我就安心了。这臭小子的魔法还是怪厉害的。有我你就安心。好嘞，你脸怎么这么红？生病了吗？好烫！你果然发烧了。走，我带你去找医师。我已经失去乔治哥哥了，不能再失去你了。不用了。哎，没生病吗？这个不重要。你刚刚跑得太快了，我有事和你说。什么事呀？你之前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奇怪的洞来着？因为西丽那个坏坏说那里有我的母妃，结果那里没有母妃，只有一个小姐姐。她根本不是让我去找母妃，只是想砸死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那个小姐姐就是你母妃呢？什么？我打听过了，4年前西丽寝宫里有一个叫苏亚的宫女，她长得极美，性格也好，所有人都喜欢她。但是后来她就消失了。刚刚我们带她回去的路上，有人说她就是苏亚。
虽然有些难以接受，但是我猜她应该就是你的生母，而她之所以变得又聋又瞎又哑，应该就是犀利做的。母妃，原来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啊，傻丫头，这一世答应给你的母爱，我可算是做到了。这个得给他记账10万金币。所以你想好了吗？愿意当我的宿主吗？你是说，只要和你签订契约，就可以救我姐姐的性命？不过你也知道，我只是个刚出生的初级系统，能力不像那些老系统强大。我能力有限，要救他的话，只能抽取你一半的生命给他。抽吧，我愿意。你想好了吗？你原本的生命线也没有多少的，大概也就是60岁寿命，抽一半给他，他可以活到50岁，而你却只剩下12年的寿命了。想好了，姐姐，为了你，哪怕付出我全部的生命，我也愿意。既然是绮丽的生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得让她康复。原来那个小姐姐就是我妈妈，我不管欠小仓鼠多少金币，我都要治好她。母妃，你们来了。女人。母妃，来人。她没事，放心，她很好。苏菲姐姐，苏菲姐姐。咦，还有人是在意我的吗？我没事了。不是呢，您失去了一半的生命，未来一段时间里你会十分虚弱，要照顾好自己哦。只是虚弱而已，没关系的。他在这里陪你整整1天了。什么？他还不知道姐姐是他母亲吗？姐知道啊，只是他好像也很担心你呢。这傻丫头。哇，苏菲姐姐，你醒了啊！我的腰好疼啊！不必在意，这只是正常的腰间盘突出而已。不久之后，您还有颈椎病、关节炎、风湿病等11种豪华套餐病可以体验哦。这就是老年人的身体吗？苏菲姐姐，快起来，我们一起去见我母后。姐姐，果然完全恢复了。母妃！啊，小心，蛋蛋，这腰很烫吧？不管，我爱你们，我要抱抱你们。真幸福啊，他们一家3口。那你后悔吗？你牺牲了那么多，成全的却是别人。而且你似乎也爱上了那个男人吧？就这么把他让给你姐姐，你心里不难过吗？需要我帮你把他抢回来吗？不需要，姐姐幸福，我便幸福。再胡说八道，离间我们姐妹感情，我打死你！知道了，我就是测试一下宿主的心思嘛，也不用打得这么凶吧？我头痛。算了，既然他们这么开心，我就不打扰他们了。苏菲姐姐，苏菲妹妹，是你吗？我亲爱的妹妹苏菲，姐姐！哇哦！啊，苏菲！喂，不要破坏气氛了啦！哦，我们先离开，让她们姐妹叙旧吧。好。怎么感觉父王他乖巧的有些过分分？本王知道。只是知道，并不准备处置吗？父王，母妃被关了这么多年，都是犀利害的。本王也知道了。父王，你都知道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处置坏人们？
放心，本王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牛牛说过，绮丽身上似乎也是有系统的，而苏亚能康复的那么快，莫非是她和系统做了什么交换？蛋蛋，你可有哪里不舒服的？哎，丽丽好着呢，丽丽甚至可以给父王来个后滚翻。丽丽，看看这般可爱的蛋蛋，竟然就想起了她，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绮丽妹妹，西奇哥哥，哈，西奇哥哥，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有妈妈了。陛下，您怎么来了？皇后，我们成婚多少年了？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知道了淅沥的事情？虽说我从未碰过她，但是自我登基便与她结了婚。这么多年，我竟然从未好好看一眼我的这位结发妻子。是我的不对，我对不起后宫里这些像花朵一样鲜活的妃子。等会与她说时，一定要温柔，她的要求一定要全部答应。本王来此是为了……陛下，您是为了妃子淅沥而来吗？啊！陛下，无论臣妾做了什么，您要相信臣妾啊！妃子淅沥，她是死有余辜啊！王后你……罢了。茶话会到此结束，佩斯带皮内亚去我房间，罗拉和内维斯也一起去照顾她吧。还有罗伊德，和我一起送客人。这真是5岁时和我揪着头发打架的家伙吗？这么成熟又守在皮奈亚身边，说他知道了吧？只是个7岁的孩子，也不会有人信吧？幸好没有被咬伤的痕迹，会不会觉得疼，或者其他什么感觉？那个感觉就像是某种浓稠的东西在抓着我的脚腕似的。还是第一次遇到那么令人讨厌的黑色，那种蠕动的模样真让人讨厌，身体好痒，好恶心。皮奈亚，好想一脚踩下去。是艾丽尔的风，好像在安抚我似的。恶心的感觉消失了。皮奈亚，你没事吧？苏菲姐姐，啊，不对，苏菲小姨。绮丽，小姨，是不是也喜欢我父王啊？你在说什么呢？看，你脸都红了，还不承认？喜欢你就和我父王说呀，反正你也是他的妃子。绮丽，你不懂。我若喜欢一个人，是希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那种。我不希望和别人分享丈夫，哪怕那个人是我的姐姐。没想到在这个封建的时代，也有苏菲小姨这样思想的人呀，她好厉害！亏我还想撮合她与父王呢，我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她。小姨，你这身体太孱弱了。走，我带你回去，然后帮你挑个好夫君。每次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西奇哥哥，不需要我了，就看都不看我了。见过苏菲姑娘。这是……快快看，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看这个，高大威猛；看这个，小巧玲珑。再看这个，哦，还有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让他们下去吧。啊？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不需要他们。不需要吗？
可是奇力希望小姨有人保护你一辈子的呀，希望你能拥有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呀。奇力希望小姨快乐啊。可是没有这些人在小姨身边陪伴，小姨以后怎么办呢？小东西，爱情这种东西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们都下去吧，这里不需要你们。总之，我不愿意与人共侍一夫，同样也不愿意只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啊，虽然不是很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小姨说什么都对，奇力支持小姨。这位小姐姐竟然也如此有趣啊！难怪奇力那么可爱，原来可爱是他们家族遗传啊！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会幸福的。好，丽丽和小姨一起幸福。宿主大人，若是您不希望与人共侍一夫的话，可否愿意与我一起穿越其他小世界啊，赚一些报酬，比如延长您短暂的生命？延长生命？我还有救？您如此前卫的婚姻观不适合这个世界，我可以带您去符合您想象的世界。好，我愿意去。好嘞，我们 go go go！ 啊，我小姨呢？她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奇遇了吧，不必担心。本王这么凶吗？没有，父王和蔼亲切。本王这么和蔼可亲，你们怕什么呀？对，父皇和蔼可亲，我们不怕。对，父王和蔼可亲，我们不怕。还说不怕？你们放心，以后父王不会对你们凶的。你们大可像普通孩子一样，和父亲相处模式与我相处。以后父王要把你们都打死，折磨死。父王饶命啊！你们这是做什么？本王都说了，本王不凶了呀。哼，还说你不凶，你快把我的6个哥哥给吓死了！奇力妹妹，救救我！本王哪里凶了呀？你们要怕成这样？放心啦，父王很温柔的。不信？信。算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喂，快弯下腰来，要不然我够不到你。父王这么听话吗？父王，这是挨打了吗？父王，奇力爱你哦。好可爱。就这么亲在父王冷峻的脸庞上了吗？发生了什么？这个憨憨最近是不是对我的小宿主宠溺的有些过分呢？哎呀，管他呢，他开心就好。这样的话再赚一些，就连我家二胎名字都想好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啦。只要亲亲父王，父王就会爱上你们哦。这，父王对不起啊，儿臣不做的。太恐怖了！父王那么凶的人，怎么可以亲亲？看样子，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父王你还需要努力呀。都是本王的错，让他们觉得本王恐怖。加油，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受你这个坏爸爸的。加油！这样啊。是的，奇丽公主好像情绪稳定之后，分身就不容易出现了。不容易出现的意思是？就是这些分身还是一直存在她体内，一旦她遭受情绪强烈波动，那些分身就会出现。啊，这个怎么听起来我好像有精神分裂呀？你才知道你不正常呀！go！
绮丽，放心，既然你的父王把你交给了我，我便会对你负责的。谢谢叔叔。对我负责，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都怪那个臭粑粑，为了谈恋爱，竟然把我扔给了莱克叔叔。莱克叔叔又温柔又帅，啊哈，不喜欢臭粑粑了。发生了什么？我的金币呢？你，是不是你对绮丽偷偷做了什么坏事？苏亚，今晚尝尝这块牛排，本王亲手为你煎的。陛下，喂，我在问你话呢，你竟然只顾着谈恋爱。苏亚，还要吗？可是，陛下，您将绮丽送到莱克陛下那里，他大概会生气吧？是啊，他都气得扣我金币了。你知道啊？只是，我想趁着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好些，给他一个惊喜。当然，还有一个小原因，本王想在他回来的时候，本王能是个好丈夫，能与你像正常夫妻一样。你见到本王不会害怕，不会刻意迎合。另外，其他的那些孩子们也不再害怕本王，愿意将本王当成他们的父亲，而不是国王。陛下你，忽然好感动，好想哭。他好像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变化总是要慢慢适应的，本王只是希望能给绮丽最好的。什么？他要见我？是啊，那位胖姑娘在监狱里不肯离开，一定要见你呢。不行，我不回去，我要见绮丽公主，我要见她。可是我和她也不熟啊，甚至连她的样子都快记不起来了。哼，见就见，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绮丽最喜欢菲娜了。哎呀，糟糕，忘记某人了。不只是我，哥哥也会一起保护你。我？我们相互保护。相互保护，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啊。有人来了，一定是他来了。你找我？哼，你这个下贱的东西！这么久都不来接我回去，我可是要讨厌你的，丽丽。谁给你的勇气这么和绮丽妹妹说话？宿主大大，他和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梁静茹给他的勇气，这么凶我？你是不是成傻子了？丽丽没事，不要讨厌丽丽。哎呀，他打我，我还求他让他不要讨厌我。我也是个小公主啊，怎么这么卑微？真不记得了。宿主大大，叔叔建议你多和这个 NPC 相处。啊哈？为什么？因为他是除你那些后妈们唯一一个可以激发出你多重人格的作死 NPC。毕竟这么作死的小姐妹可不多见，叔叔建议您爱她就像爱生命一般。亲爱的小宿主哦，是时候学会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啦。这个 NPC 确实不可爱，但是比起让你心碎、想要你性命的后妈们，他又柔和了很多。但同时，他又不会像那些爱你的人那般宠你、护你，永远为你着想。而在你的一生中，你遇到的更多的其实反而是像他这样的人。好吧，我知道了。是的，我来看你了。好奇怪，和前世相比，
现在的我谁也不害怕，因为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欢或者不在意我，我都知道总有人喜欢我，在意我。来了还不快讨好我？别以为你是公主，我就不会讨厌你。不呢。什么？怎么会？之前他不是还求着让我不要讨厌他吗？我不在意你讨厌不讨厌我，毕竟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路人，我没有必要因为你影响我的心情呢。这样的绮丽妹妹竟然又温柔又好看，又好像有点凶，总之好可爱，好喜欢。哎呀，宿主大大，你这样不是把他赶走了吗？好嘛，那我哄回来。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也是可以尝试和你做朋友的。哼，想和我做朋友，那你可得每天给我提鞋子哦。不行呢，真正的朋友是平等的。给你提鞋的是下人，是奴隶，可不算是朋友。而且，让一个公主给你提鞋的话，我怕你会被人抛尸荒野哦。好恐怖！好啦，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啦。那我们也是朋友了。那我们也是朋友啦。我突然后悔了，不想和王子公主做朋友了，总觉得小明随时会离我而去。瞧给孩子吓的。虽然你平日里作恶多端，但总归年纪还小，也没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虽然随时可能小命不保，日后的日子会受到不少惩罚，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的小可爱走出心结哦。说起来，你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其他朋友吗？当然了，给我提鞋的可多了。不，真正的朋友是可以因为你开心就开心，因为你难过就难过，你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怎么感觉他们的画风和我不一样呢？你说的这种朋友真的存在吗？我活了15年，可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样的朋友。所以，其实他也一直很孤单，一直没有朋友吗？这不是废话吗？你这种脾气，人又这么坏，正常人谁和你做朋友嘛？哎呀！哎呀，我亲爱的好妹妹啊，你这张嘴不要的话，可以捐给需要的人。哇，好好看呐！喜欢我就多吹一点。哎呀！绮丽妹妹都变成小花猫了啊！哇哦！让我来给画面增加点氛围感。琪琪，哦，怎么了？假如那个时候身边也有一个你，那该多好。什么？就是，嘿嘿，小花猫，小花猫，你也别想落下！哎呀，哥哥救我！哎，你也来一起玩呀？不玩了，你们都不宠着我，不哄着我，不让着我，不夸着我，那我和你们怎么做朋友嘛？这样吧，要不然你带我见识见识你先前的那些朋友。你不是说他们不是真的朋友吗？先看看嘛，
虽然不算是真正的朋友，但是朋友也分很多种的嘛。好，虽然我好像比他大了好几岁，怎么在他面前忽然有种我才是妹妹的感觉？怎么样？放心了？奇怪，怎么就觉得这丫头在你这儿比在我那儿过得快乐呢？你笑什么嘛？你是不是给我家蛋蛋下了什么奇怪的巫术，让他这么喜欢你这里？生气起来还真是可爱呢。蛋蛋，我的宝贝蛋蛋呐，养儿实在是太难了，还是养女儿好啊！哎呀！哇，亲爱的，你也太厉害了吧！嘿嘿，我果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系统。这也是个国王。他是绮丽妹妹的父王。这个国王看起来好幼稚。为了这个国家，绮丽应该操碎了心吧？那几个小兔崽子，我还没有搞定，连苏样也没有搞定。那我就放心了。既然如此，国王您就快点回去吧。他这是嫌弃我，赶我走。毕竟您在这里太打扰我交朋友了。大人有时候看起来真幼稚啊。最终，在一番讨论之后，我决定亲自来雪娜的身边，感受她和她的朋友们的相处之道。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做了她的仆人打扮。小姐们，可以用餐了。琪琪实在担心我的安全，所以也跟着过来了。不过不得不说，琪琪长得真好看，穿上这样的衣服也好好看。吃吧。奇怪，他们怎么看着并不开心的样子？谢谢我们最美丽的天使雪娜。哎呀，雪娜妹妹，您是我在这世间见过最美女的白天鹅。啊！雪娜妹妹，您的容貌，这世界无与伦比，就连王宫里的公主也不及你10000000分之1。雪娜，您的智慧比国王还要高。雪娜，雪娜，您实在太美、太聪慧、太迷人了。您这样的优秀，让我一时间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不起。你没错，都怪我太美。给你，谢谢您，这世间最美的雪娜仙子。吃完了，我们进行朗读会。朗读会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非常不喜欢的样子？大家尽管吃。哎妈呀，总算可以大吃一顿了。关在王宫里都把我给饿臭了。他是来当吃播的吧？还是绮丽妹妹吃东西的样子更可爱啊！想不到他们这么能吃啊！一顿饭竟然从白天吃到晚上。其实你可以说，想不到雪娜这么能吃。毕竟这些10有89都是他一个人吃掉的。能吃是福，是福。可是你每天这么吃的话，对他的身体真的好吗？烦死了，他怎么没死呢？是啊，死胖子一个，丑得跟猪似的，还让我们天天夸他。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白天鹅他配吗？
是呀，我要是他，我早就撞墙死掉了。虽说雪娜让人夸她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但是他们这么背后说别人不好吧？麒麟妹妹这是怎么了？你们凭什么这么说雪娜？原来是个下贱的奴隶！快滚吧，小贱人！没事少在我们这群主人面前嚷嚷，你可不配！你们，虽说我的身份暂时只是个女仆，可是他们被我发现不应该难堪吗？为什么还会这么理直气壮呢？哼，和他废话什么？既然他知道我们的真心话了，那就杀了呗。什么？真是个可爱的小仆人呐！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做这事儿了，放心，下手很快的。对啊，总是会有不听话的下人乱听主人讲话，可真是麻烦呢。忍了一天那个死肥猪的气，总算可以出了。糟糕，麒麟妹妹有危险！你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听说了吗？他爸爸是个捡垃圾的。咦，好恶心啊！真的是，有这样的爸爸真丢人呐！我要是他，就一头撞死。哼，他脸皮厚着呢，不会死的。听说上次3班的男生拿狗屎扔他，他都没有羞愧而死呢。真的吗？那也太恶心了吧！什么声音？该不是他在里面吧？有本事偷听，你有本事出来啊！就是，还要不要脸了？竟然躲在里面偷听别人讲话！呸！贱人！你们真是太过分了！怕什么？肯定是使了见不得人的魔法。你们总不会觉得她一个3、4岁的小丫头会什么魔法吧？哼，想杀我，你们也配！糟糕，还是让她跑出来了。你怎么样？我这个算不算魔法呢？忽然有点爽快啊，还是先不要去打扰她了吧。你们这是做什么？雪娜，快处死这个小贱人！他以下犯上，打我们！你不是他吧？但是我好像知道你是谁。哦，不对，上次打我的好像又不是你。好像和之前在监狱里讨好我的那个也不一样。哦，有意思，你竟然能区分我们，这就是你让我们多与他接触的原因。哎呦，这位祖师奶奶竟然出来呀！嘿嘿，虽然你们长得天差地别，宿主大大您最美丽，但是无论怎么说，你们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嘛。哼，我看你是想借着他的力量，让我们都从绮丽身体里消失吧？嘿，不敢不敢，这个胖胖女孩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女孩，没有那么大魔法。是啊，她是平平无奇啊，但是她还真的和宿主当初有些相似呢，倒是有趣。喂，丑丫头，这小女仆是什么来历？竟然还是个丑丫头！这里都是我的朋友呢，给我点面子。给我点面子了，拜托拜托！雪娜竟然没有生气，反而在表演还卖萌。怎么样？没被人这么撒娇过吧？感觉有点难以形容。拜托拜托了，喊我美女姐姐好吗？算了，反正现在的情况，她应该也不会被人欺负了。我还是先走了吧。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狼狈。哎呀，发生了什么？哎，第一人格回来了，回来了。没事了。看样子他好像也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没关系，至少这个人格我搞得定，他不打我。走啦，我们去参加朗读会了啦。雪娜，可是我们刚刚被你的女仆殴打了呀！是啊，你不处理他吗？对啊，还有你之前不是说仆人是最下贱、最低等的东西吗？可是你现在怎么还牵着他的手啊？够了，我说没事就没事了。不行，不能没事。雪娜，美女姐姐。哦，刚刚启丽是偷听到他们骂你，只为您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就想杀死启丽。什么？你们在骂我？没有的事情。哎，到底都是女孩子，我也舍不得让你们遭受刑罚，就把这个正花药水给你们用用吧。叔叔，你在做什么？帮你呀。对，我们就是骂你了。你又胖又丑又没脑子。要不是因为你有个好爸爸，我们谁会和你一个丑猪做朋友？你们，要不是因为你爸爸掌管着我们家族的生意，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吗？要不是因为我家需要与你联姻，你以为我会过来巴结你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越来越胖吗？知道为什么你越来越暴躁吗？是我，你每天吃的饭菜里都有我下的药。我们家族养的猪都是靠吃了这个，才长得又大又肥又快的呢。没想到吧？我们把这个给猪吃的增肥药用在了你的身上。吃多了会有生命危险吗？会呀，假如再吃下去，这个胖女孩是活不过20岁的。你父亲早就被下了断子绝孙的药。只要你死了，你们家族的产业可都是我们的了。不会的，你们明明是我的好朋友啊，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他还有救吗？100万金币，药到病除哦。啊！垃圾系统！除了给他下药，你们还做了什么事情？刚刚你们说，你们不止第一次杀死雪娜姐姐的仆人了。每个不听话的仆人，或者发现我们下药的仆人，我们都处死了。雪娜，他们肆意处死你的仆人，你都不知道吗？这个笨猪随便编个理由就能骗过去了，他才不在意一个仆人的生死呢。雪娜，你不在意你口中的下等人生死，可是他们却都是为你而死。麒麟妹妹，放心，我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假如你在意别人的生死，或许你也不会害得自己被人下毒下了这么多年。我错了，父亲总是没空陪我，我只是想要一些朋友而已呀。我不敢出门，出门就有人嘲笑我，只有他们愿意陪我玩，在我被欺负的时候帮我呀。父亲陪伴欺负，既然你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我便以王子的身份逮捕你们，你们将为你们犯下的罪行负责。我们愿意负责。还有你，虽然你是受害者，但是你同样犯了罪。我放心，你好好改造，我和启丽会想办法治好你的。既然你的胖胖是药物所致，那就肯定有办法的。就是太花金币了。好了，既然这样，你们跟我走吧，我把你们送到监狱。是。还有，你们的家长，我也会让人调查清楚的。不知不觉，总觉得他好像又帅了很多。
宝贝蛋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感受到了你的魔法强烈波动？父王，哼，宝贝蛋蛋，吓死父王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魔法波动的那么奇怪？有人欺负你了吗？你受委屈了？都怪父王不好，父王不该把你一个小女孩扔在外面。好奇怪，怎么感觉心中从未有过的温暖与快乐？妈呀，宿主大大呀，您的心结已解开80%，不容易呀。心结？哦，说起来，我到底有什么心结啊？这个叔叔不能说呀，说了会丢工作的。好吧，不过管他什么心结呢，反正我现在快乐无比，感觉好幸福。傻丫头啊，你的心结从始至终都是这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啊！你以为你从来不曾得到过父爱母爱？丽丽啊，我的丽丽，你在哪里啊？从你刚出生起，你便失去了你的母亲。宝宝，妈妈爱你，可惜妈妈不能陪你走过你的一生了，对不起。然后你觉得你的父亲不曾爱过你？你家长呢？他就这么忙吗？这么不关心你吗？连女儿的入学仪式都不参加？他会来的，一定。你以为他从来不曾在意过你？你以为你是这世上最可怜的人？你以为你是孤独的、无依靠的？哎，老板，今天可以早点发工资吗？我想参加我女儿的。滚！爱干不干，不干就滚！老子没钱。可是你从来不知道，其实他有多么爱你，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不过好在现在你差不多已经原谅他了呢。快乐叔叔。这样吗？我想还是试一下吧。莱克，你也知道的，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那么，难道在你心里，我不是最值得信任的吗？稍等，我数数，排在你前面的有王后、西奇、菲娜，我的大臣布多、布鲁、卡瑟琳。罢了，告辞。哈哈哈，生气了？好啦，我帮你，也该给你的女儿治疗一下了。那么小的身体里住着那么多她，怪挤的。莱克你真好。吉莉妹妹，你别害怕，只是为了给你治病而已。安心啦，这些都在叔叔计划内，不会有危险的。叔叔，发现没有？哎，发现什么哟？我好像不需要你了。你在不在？有没有什么积分道具？我好像都不在意了。有他在，我就很安心。你这是想抛弃叔叔吗？也不是啦，就是以前我很依赖你，现在我好像有没有你都无所谓啦。去吧。放心吧，蛋蛋，我和你莱克叔叔会一直保护你的。你来啦！我们都是你呀！哇，原来有这么多个我吗？加上我自己，共有7个我。是啊，我们都是你，是为了保护你而生。在你挨打时，在你委屈时，在你无助时，总而言之，我们的出生都是为了你好。这样啊，可是我现在很幸福，不需要保护了呢。
怎么？你是想过河拆桥吗？曾经你需要我们时，出生保护你。现在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后，就想要抹杀我们吗？蛋蛋好像有危险。卡莱恩，冷静点，相信你的女儿。麒麟妹妹真的可以搞定吗？她可没有你想的那么柔弱，你说是吗？是啊，我的女儿是那样的棒棒，我该相信她的。谁也没有我的蛋蛋棒棒，蛋蛋甩飞拿100条街，不带一踩一捧的啊。哎，蛋蛋怎么还没有出来啊？别担心，给他一点时间。蛋蛋怎么还没有出来啊？卡莱恩叔叔，相信麒麟妹妹。不行，我要进去看一看。他一定是遇到危险了。阵法没有异变，他没事的。我不信，我不管，我要我的蛋，我要我的宝。蛋蛋，这。我的宝蛋，打定！啊，麒麟妹妹真是厉害啊！哦，竟然达成了和解，这小丫头真是厉害啊！看样子，以后我们西岐只有被拿捏的份了。宝蛋，你是怎么做到的？嘿嘿，我告诉你。不过，宝蛋是什么东东？你能喊点好听的昵称吗？好的，宝蛋蛋。放心，不会消灭你们的。你们就是我，我就是你们。我愿意与你们和解，让你们一起和我看着美好的世界。母后。哎呀，这么大的孩子还像个小孩一样。母后，我好像生病了。啊，没发烧呀？是没发烧，可是我一想到那个人，我就忍不住脸红，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太久不见他，我好想他，满脑子都是他。一见面，我就忍不住什么都想和他说，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冷静一点。启帝说的是西岐小王子吧？哎，母后怎么知道的？我也是这样思着念着你父王的。或者当初我喜欢你父王的模样，比现在还严重些呢。哇，那个时候父王也喜欢母后吗？他呀，那个时候眼里哪里有我？哎呀，老父亲在偷听啊！那母后现在还喜欢父王吗？傻孩子，母后自然是喜欢他的，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哇，我懂了。哎，你这孩子，我话还没说完呢。陛下，刚刚那些他都听到了吗？苏雅，本王也永远爱你。陛下。西岐王子，我离婚了。离开那个渣男，你以后的日子应该会更好的。如果你不嫌弃我年纪大的话，我愿意入宫做您的妃子。啊？殿下对雪娜一点想法都没有吗？没有啊。
你这么帮我争取和前夫离婚，为此绮丽公主都有些吃醋了。真的没有一点想法吗？绮丽这几天不理我，是因为吃醋了？原来是这样，所以她也是喜欢我的，对吗？谢谢你，我知道了。唉，这两个人啊，明明那么聪明，却在感情这一块像两个大傻子一样，非得让我个外人给你点透才行。雪娜，恭喜你，离婚快乐。你来了。不过要是没有那两个大傻子，也不知道我的生活会糟糕成什么样。多亏了他们啊。我有话要对你说。你先说。好，那我先说。那一起说。我是男孩子，我先说吧。绮丽，我喜欢你，你能嫁给我吗？绮丽，你等我一段时间，我这就回去和父王母后说，我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绮丽，你这个小贱人，都是你害我这么惨，我不会让你好过的。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上次求婚太随意了，你的哥哥们说我不靠谱，所以我想重新求婚一下。哎呀，三哥，你挤到我了！哎呀，你走开点儿，我要看求婚。别挤啊！我出的主意，我先看。啊嘞，我的那几个哥哥这么无聊吗？他们才不是无聊呢，他们是爱你啊。不过有6个大舅子，我以后的日子还真是艰难呢。这么说来，我若是嫁给你，好像就只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子呢。不过可惜了，乔治哥哥不在了，要不然你就有7个大舅子了。他在的，永远在我们心中。费姨绮丽维特。哎，怎么忽然喊全名了？这么长的大名，我有点不适应。你愿意嫁给西奇加勒吗？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我好感动啊！愿意。去死吧！绮丽，你这个小贱人，凭什么你能拥有幸福？给我死！绮丽，绮丽妹妹，不可以伤害她！你们都是这个小贱人，你们才失去你们的母亲啊！你们为什么要保护她？母后，请容我最后一次称您为母后。啊，儿啊，母后10几年都没见到你了，母后好想你呀！恕儿臣直言，母后，您在儿臣身边时，儿臣从未感受到父爱与母爱。相反，您离开后，儿臣才知道什么是父母、兄弟、兄妹之情。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要和这些狗杂种有什么兄弟之情啊？他们以后不过都是你的狗而已啊！不是的，母后，他们是我的兄弟和妹妹。看来这么多年，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你没事了，你们继续，我带他回去。三哥，对不起，打扰了你的求婚现场。三哥，不用说对不起的，你永远是我的三哥，永远是父王的王子。谢谢你啊，绮丽。正是因为有你，我才知道这世间的亲情远比勾心斗角要温暖许多。什么？他竟然又想对绮丽动手？回禀王后，是的，当时要不是6位王子都在场，绮丽公主或许会有危险。这个女人不能留着了。什么？陛下念及多年夫妻情分，对她和那几位废了的妃子一直很好，但是只有她死性不改，是为了绮丽
哪怕陛下会不高兴，我也必须心狠手辣些。拿去，让他喝下，告诉他，只要他喝下，我保证他的三王子一生无忧。是。快！启力公主要生气了。那个小生气包啊！四弟，正经点，今天是启力妹妹的婚礼。是啊，也不知道启力妹妹穿上婚纱的样子到底有多美呢。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启力竟然要出嫁了。是啊，这辈子能与你如此幸福，还能看着启力出嫁，臣妾真是心满意足了。胡说什么？我们的一生长着呢。也不知道苏菲妹妹过得好不好。放心吧，据说她过得不错。宿主大大果然没猜错，据说是一个新生代系统把你小姨子给拐跑的。她现在在当总裁夫人呢，她可比宿主您厉害多了。据说现在她的积分是你们这届新人宿主中最高的呢。苏菲她比你想象的要厉害，要聪明呢。真的吗？出来了！哇！哦！启力妹妹，你真是太美了！啊，启力，琪琪，真好，终于等到儿子结婚的这一刻了。是啊，等了15年，终于等到儿媳来我们家了。接吻了！哇，哥哥嫂嫂给力！那个女孩，她好美呀！启力，此生能与你结为夫妻，是我的荣幸。琪琪，你脸好红啊！紧急情况！发生了什么？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不能晚点说吗？不能啊！刚刚接到指令，总公司问你是要留在这里与西岐结婚当王后，还是回到21世纪用一生荣华换你爸爸的命？你说什么？真好啊，我的女儿终于出嫁了。不好啦，宿主大大！有什么事情等蛋蛋结婚之后再说吧。不行啊！刚刚接到指令，总公司问你是要留在这里当一世明君，还是回到21世纪用一生荣华换你女儿的命？啊？什么？这么急吗？一定要现在吗？可是今天是他大婚的日子啊，我爱了他整整18年呢。十分紧急，宿主大大必须在30秒内做出选择。计时开始。30秒。可是我舍不得他呀，我也舍不得他呀。还有那些孩子们，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也不知道那个臭小子在未来会不会对启力不好，会不会家暴他，伤害他。这家伙看起来还是那么厉害，我还没好好和他打过一架呢。宿主大大，来不及了，只剩下最后10秒了。莱克，看好你儿子，他若是在未来敢欺负我的蛋蛋，我一定搞死他。什么？没时间解释了，我走后，请你帮我拥立我的3王子继承我的王位。你发生了什么？苏雅，我爱你，爱你如生命。陛下，你……哎呀，孩子们都在呢。宿主快选，没时间了，再不选，系统自动为你放弃你21世纪的爸爸了。一定要选吗？还剩最后10秒。琪琪，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怎么办？10、
10秒根本来不及和所有人道别。我的父王，我的母后，我的爱人，我的哥哥们，快做选择呀，宿主！我选择回21世纪。这个人流了这么多血，这怕是没救了吧？少废话，快打120啊！啊，对，丽丽，这，病人已死亡，心脏停止跳动，死亡时间